娘娘，前面就到光华殿了。殿外当值的宫女怎么在睡觉？真是没规矩！喂，醒醒！不好好当值还偷懒，当心我告诉李公公！罢了，翠柳，他也不诚心的。娘娘，您就是心善，像这种偷奸耍滑之人，就该告诉李公公发落了才好。安九看着他们主仆一唱一和，脸上惶恐，内心却无半点波澜。你进去通传一下，就说玫瑰人亲手炖了汤给陛下。没事吧？这两人，大夏天热死了，皇帝还在午睡，你让我叫醒皇帝喝你炖的汤，你们主仆俩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又算什么东西？能不能长点脑子？皇帝的脾气啊，可是非常不好，这一点他3天前就知道了。安九是穿越来的，原主13岁入宫，苦熬了3年，终于存了一些钱，上下打点了一番，得了个到皇帝跟前伺候的机会。仗着有几分姿色，原主就想爬上龙床做主子。那天本来是该他去伺候皇帝洗漱的，可同样新来的一个宫女给的钱多，得到了近身伺候的机会。没一会儿，那宫女不知道做了什么惹了皇帝，皇帝随手操起一把剑，直接给她捅了个对穿，鲜血喷溅的到处都是。皇帝擦了擦沾了鲜血的剑，将帕子扔在地上，不耐烦地走了。扔出去！宫女的尸体被抬走，原主和其他几个宫女收拾了屋子。回去之后，原主就受了惊吓发烧了，也不知道是发烧烧死了还是吓死了，总之她一命呜呼。而安九一觉醒来就成了原主，因为之前打点的多，曲姑姑破例让她休息了3天。今天她来当值，再不敢往前凑了，只老老实实的站在殿外当个守门人。没想到还遇到了玫瑰人主仆。你是听不懂话吗？说了玫瑰人要见陛下。他话还没说完，李公公小跑着出来。哎，怎么回事？公公，我们娘娘亲手熬了汤给陛下，可这宫人就是不帮我们通传，也不知道安了什么心。陛下还在午睡，贵人还是先回去吧。玫瑰人敢呵斥安九，却不敢得罪李公公。他给翠柳使了个眼色，翠柳掏出一袋银子塞进了李公公手里，李公公却又给他放了回去。贵人还是回去吧，陛下还在午睡，咱家也不敢打扰啊。那公公，陛下醒了。李公公脸色一变，也顾不得玫瑰人了，小跑着回了光华殿。翠柳，咱们是不是打扰到陛下了？娘娘别急，陛下那么喜欢娘娘，一定会见您的。玫瑰人便安了心。没多久，小福子出来了。玫瑰人，陛下让您进去。玫瑰人一脸欣喜，翠柳得意地看了安九一眼。主仆俩啊，端着早已冷掉的汤进了光华殿。哎，皇帝起床气大得很，恐怕玫瑰人马上就要成玫瑰人了。果然，都不到1炷香的功夫，玫瑰人发出一声惨叫，浑身瘫软，被殿里几个小太监给扶了出来。至于翠柳，她是被抬出来的，鲜血淅淅沥沥洒了一路。安九和2位小宫女提着桶，沉默又麻木地将地上的血迹给清理了。晚上的班就不是安九的了。他回到住处洗漱干净之后，正想美美的睡个觉，门被推开了。来的是屈姑姑，她是光华殿的长侍姑姑。你跟我来。是姑姑。好觉是睡不成了，也不知道屈姑姑叫我做什么，做点脏活累活行，可千万别去伺候皇帝啊！我还想多活几天呢。就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屈姑姑将他带去了光华殿后院的小厨房。听说你会做些小菜。会。去做个蒸蛋。他先打了蛋，加了盐，搅拌均匀，倒入温水，再次搅拌，将泡沫刮干净之后才上锅蒸。没多久，蛋就蒸好了。金黄色的蛋软糯 Q 弹，像果冻一般。屈姑姑淡淡的扫了一眼，有什么忌口吗？屈姑姑不吭声，安九便自作主张，在蛋面上倒了一些醋和酱油、香油，撒了一把小葱花。屈姑姑让她回去，还不忘提醒，这事不许和任何人说。奴婢明白。回到住处，安九才松了口气。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屋子里其他人也回来了，凑在一起小声聊天。安九和他们不熟，也没加入，就听其中一个宫女小声哭了起来。安九这才知道，今天有个叫小夏的宫女是替皇帝尝了御膳房送来的菜之后毒发身亡了，而这些宫女不知道是在哭小夏还是在哭他们自己。安九没睡好，梦里他变成了原主，凑到皇帝身边伺候的时候被皇帝一剑捅死了。这个地方我传来才4天，就已经死了3个宫女，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轮到我。得想个办法离开这儿，最好找个清闲的地方，熬到25出宫。25，还有10年。安九一边吃一边同旁边叫小花的宫女搭话，询问如何离开这里。你想离开？是，别做梦了。什么？来光华殿当差，要么死了，要么疯了。就没有别的办法吗？有啊，做到屈姑姑和李公公的位置，就不用死了。这可比死和疯难度多多了。李公公和屈姑姑这2个人，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跟着他了。皇帝信任他们，他们也忠心，没有人能取代他们的位置。皇帝的头痛病发作了，提着刀差点杀了一个宫女。屈姑姑指了指安九和小花，你们2个过来。小花面如死灰。安九站起来，他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伺候皇上的小春和小夏没了，你们2个去，以后你就叫小春，以后你叫小夏。是。哼，感情是铁打的，名字流水的宫女，谁死了名字保留，换人顶上去。哼，也是，不这样以皇帝杀宫女的速度看，哪里记得住名字？安九越来越觉得这个皇宫充满着诡异，他还觉得脖子凉凉的，不知道皇帝刀快不快。进去吧。屈姑姑说的随意，有那么一瞬间呀，安九都觉得屈姑姑就是为了送他们给皇帝杀着玩的。这都不用培训一下的吗？他们2个木讷地走进大殿。这是安九第2次进来，上一次皇帝当着他的面就杀了个人。殿内很安静，屋子里点了熏香，皇帝趴在案几上睡着了。一国之君趴在案几上睡着了，居然没有人管。安九还没弄清楚情况，就听到一道带着恶意的声音传来：朕就装睡，看谁敢来叫朕，朕就假装没睡醒捅他一刀。声音后还伴随着一阵结结结的诡异笑声。安九吓得差点没站稳，小夏低着头根本就没说话。安九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就听见那个声音又说：不叫也没关系，数到10，敢让皇上在这睡觉着凉，一定要多捅2刀。1。是谁？是他吗？就是他吧。安九看向趴在桌上睡觉的皇帝，可安九还没搞明白呢，为什么他能听到这狗皇帝心里在想什么？就听见皇帝的声音再一次传来：2。等等，没猜错的话，不管现在是不是要叫醒狗皇帝，他都要杀人吧？3。安九转头看小夏，他无动于衷，显然什么都没有听到。看来只有自己能听到。4。怎么办5。冷静。6。不能慌。小夏看出安九的不对，紧张地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怎么了。怎么了？7。8。不管了。安九拉着小夏就往外跑，小夏被吓了一跳，可他太紧张，身体根本就做不出反应，只能跟着跑。9。他们跑出大门之后，那个声音就彻底听不到了。你们怎么出来了？陛下正在午睡，我们不敢打扰。小夏瞪大了眼睛看安九，就因为这个？那皇上怪罪下来怎么办呀？安九一直给小夏使眼色，可他还是站了出来，对屈姑姑说：姑姑，是小春硬拉我出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安九还没说话，屈姑姑忽然笑了下，这个笑容很淡很淡，淡的几乎看不到，它就消失了。那你进去看看陛下醒了没有？小夏吓得脸色苍白，他求救的看安九，
安九往旁边挪了挪，他顺手救小夏一次，已经仁至义尽。刚刚这小姑娘还想出卖他，那他也不是圣母，就不陪她了。你也一起去啊？是，就非死不可了是吧？两人战战兢兢地往里走。你下次做蠢事可别连累我。好好好。大殿很安静，皇帝坐在案几后呀，又开始批奏章。安九和小夏松了口气，站在这旁边一言不发。什么玩意儿，写的跟狗屎一样。安九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他确定来自眼前的皇帝。安九偷偷看了几眼，桃子丰收送来给朕吃，江州群夫脑子里全是狗屎。去年朕就说了不吃桃子，不吃桃子，不吃桃子。安九听他烦躁的抱怨，每看一本就吐槽一句：利州知府官位是买的吧？奏折写的又臭又长，全是废话。他不耐烦地扔下奏折，小夏吓得浑身都紧绷了。皇帝可能察觉到了，转头看了他一眼，小夏就忍不住跪了下来。这宫女是不是有毛病？没事跪下做什么？你还疑惑上了？还不是因为你乱杀人？你知道你这一年送走了多少小夏了吗？出去。是。小夏如蒙大赦地跑了出去，安九羡慕地看着他的背影。我也想出去。然而皇帝没发话，他不敢。皇帝继续看奏折，想吃点甜的。没听见，没听见，我没听见。御前的人都是猪吗？都不知道给朕上点点心什么的，中午都没吃饱，饿死了。安九想忽略了，可是皇帝的声音呢，像一群鸭子，不停地在大殿内回荡回荡回荡。而且皇帝转过头看了他好几眼。安九小心地出了大殿。怎么出来了？陛下看过奏折了，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要不给陛下送点吃的？如今过了饭点儿，陛下从不这个时候进食。哎，行吧，你们开心就好。安九呼吸着外面的自由空气，就发现曲姑姑若有所思。安九再次回到大殿，手里多了一盘糕点。皇帝抬眼看过来。什么东西？是点心吗？安九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将糕点放在了桌上。这宫女谁啊？以前没见过。他看向盘子。谁提拔上来的？没有一点眼力劲。安九看向糕点，忽然想起他这是干什么呢？试吃远，准确的说是试毒远。于是安九拿了一块糕点咬了一口，然后就听见皇帝冷冷的抱怨：这宫女8辈子没吃过东西了，拿那么多，还是朕最喜欢的桃花酥。你不是不爱吃桃子吗？为什么爱吃桃花酥？皇帝的吐槽让安九心里发慌。这家伙是皇帝，想吃再要一盘不行吗？干什么抠成这样？安九恭敬地站着，看着皇帝一口一口地吃。好不容易吃完了，他不动了。新来的宫女是傻子，没看到朕的手脏了，回头朕就……怕听到什么可怕的话，安九一急，拿了自己的帕子就给他擦手。果然是个傻子。好在李公公出现了。哎，不懂规矩。说罢，让人端来了水盆。皇帝洗了手，用他专用的帕子擦干净。安九像个木头人，从头紧张到脚趾。他怕皇帝忽然发飙，可是他没有。等到皇帝出门，李公公才瞪了他一眼。还不跟着好好伺候？是。安九只能跟着。这个时辰太阳还是有点大，皇帝走走停停，心声不断。真热，破宫殿离花园这么远，早知道不出来了。安九听他吐槽来往侍卫长得不够英俊，又说面对强站着的宫女太监无趣，嘴真碎呀！而且他出行就不能做个不撵吗？就跟华妃娘娘那种的，干什么要折磨所有人？终于到了御花园，他动了喂鱼的心思，可包括李公公在内，没人能从他忽然停下来的脚步声中听出这个需求来。他皱眉，就是不开口。朕要喂鱼，鱼食呢？都是废物。
安九听着他越来越狂躁的心声，生怕他下一秒发飙又杀人，赶紧对李公公小声说：“陛下是不是想喂鱼？”李公公也战战兢兢，脑子里百转千回，千回百转的想皇帝要什么。被安九一提醒啊，瞬间明了，忙拿了鱼食给皇帝。皇帝这下舒服了，一大把鱼食丢进去，数条锦鲤都游过来，张着嘴等着他喂。安九还没松口气呢，就听到了他疑惑的心声：“红烧锦鲤不知道好不好吃？”陛下做个人吧。前些天玫瑰人的事儿，后宫人都以为他是犯了错被责罚了。于是今天听说皇帝来了御花园，就有心思活络的嫔妃盛装打扮来偶遇了。还没靠近呢，一股香风吹来。安九用余光看见皇帝唰的一下转过了头，脸色忽然就阴沉下来。该死！安九的皮都绷紧了，他下意识的就往后退了一步。臣妾不知陛下在此，打扰陛下了，陛下恕罪。该死！毫无预兆的，皇帝就伸手拔出了身边侍卫的佩剑，朝着那美人的头便砍了下去，场面瞬间就乱了。还不快收拾了，别污了陛下的眼！是。这一次没有死人，美人身边的宫女推开了美人，她自己被砍了一下。安九早在第一时间就躲了起来。杀了，都杀了！杀了你们！杀！好可怕！混乱持续了不知道多久。当安九跟着众人回到光华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陛下病了，你们4个机灵点，好好伺候陛下。多的他就不说了，大概可能觉得他们4个也活不了多久。怎么办？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你不要命了？给我闭嘴！你要死随便，别连累我。他也很怕死的好不好？而且呀，小夏这个关键时候卖队友的猪队友，安就管他去死呢。还不进去？是。皇帝下午砍了人之后就晕倒了，太医也不知道诊断出个什么结果，就出去了。李公公也出去准备药了。你们2个机灵点儿，好好伺候，敢偷懒耍花招，当心你们的皮！李公公走后，大殿就落针可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安九听到了一声微弱的男声：“可。”他大着胆子朝床上看了一眼，皇帝没醒，大概是无意识的喊：“怎么办？要不要管？”水。算了，4个人呢，别人不去我也不去，死道友不死贫道。可。可是这个声音吧，就像是催你上路的魔音。4个人咋了？万一皇帝生气拿下4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我听到陛下喊渴了。那你去喂陛下喝水，我们没听到。你疯了？给陛下喂水？渴死了！安九直觉不给他喝水啊，他醒来就要让所有人再也喝不了水。于是就硬着头皮倒了水，在其他3个宫女看死人的眼神中，走到了皇帝的榻前。算了，死就死吧，反正都是死。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怎么喂啊？就在安九犹豫的时候，皇帝忽然睁开了眼睛。陛下要水吗？皇帝点点头，不动了。李德福怎么选的人？这宫女怎么跟只呆头鹅一样？安九急忙上前，将水杯递到了他唇边。皇帝低着头喝了，他舒了口气。朕睡了多久？安九站着没动，也没回答。不是，这呆头鹅是李德福家亲戚吗？这什么玩意儿来御前伺候？安九回过神来，才反应过来，刚刚那句不是心声。陛下睡了1个时辰了。这么久了吗？安九怕再有乌龙，就用余光看他嘴动不动。朕记得去喂鱼了，怎么就睡着了？他不记得砍人的事了？好像每次皇帝杀人的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为什么？是什么刺激到他了？呆头鹅想什么呢？安九一抬头，对上了皇帝深沉探究的视线。
安九咽了咽口水。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杀人是那个宫女想勾引他，第二次他杀玫瑰人身边的翠柳也是玫瑰人想勾引他，或许翠柳是挡刀了。今日御花园那个美人也搔首弄姿的想勾引他，难道是因为女人的勾引？如果真是这样，那以后只要注意不勾引他，对他没想法，拿他当石头，是不是就安全了？这么想着，就听到皇帝的声音再一次传来，跟个白痴一样，真是服了。这是在说我。安九倒是安心了不少，因为他听到了皇帝的心声。饿了。很好。陛下要用膳吗？这活儿啊，平时是李公公的，别人可不敢问，就是李公公也不敢随便问。秋等两个宫女倒抽一口凉气，头更低了。用。皇帝没说要吃什么，但是他心里想了，他想吃烧鸡和猪肘子。他退出去找李公公。李公公一听皇帝醒了，不用安九吩咐，就准备了饭菜。等安九看到那些菜，忍不住皱眉，青州小菜呀，这都是。不过安九也不敢说什么。李公公转头扫了一眼杵着的4个人，本来想指安九呢，可能是看他还有点子用，于是指了指安九身边的小夏。你过来。是。今天小夏成了侍读员，等了大约1盏茶的功夫，看他没事儿，皇帝才开始吃。只是吃了2口，他就放下了筷子。撤了。皇帝叹了口气。安九听到他咽口水的声音，听到他想吃的声音，可他就是不说。陛下胃口越发差了，上来的菜动都没动。胃口差？每天吃草哪里有胃口啊？两位贴身人，你们就没想过是饭太难吃了吗？还有这个皇帝怎么回事？他可是皇帝啊，他想吃什么自己不能说吗？人都随便看，饭不能随便吃。饿，烦。安九有一瞬间觉得呀，皇帝的烦是饿出来的。下班了。今天依旧是他当值，皇帝起得也非常早。他皱着眉，一脸不耐烦。梳头的宫女可能是紧张，揪了皇帝一根头发。陛下饶命！皇帝却看了他一眼，大步离开了。安九看着，心里猜测，果然呢，这个皇帝和杀人时候的皇帝是不一样的。皇帝上早朝的这段时间，春夏秋冬4个人要负责把店里的卫生打扫干净，几个人都沉默着，手脚麻利的干活。然后安九就发现他被其他3人孤立了。皇帝心情不好，他还没有吃早饭。早饭上桌之后，安九看了一眼，依旧是青州小菜，包子也是素的。难道皇帝食素？不对啊，如果吃素的，那为什么昨天还想吃猪肘子来着？皇帝吃了2口就又没胃口了。这饭菜越发用的少了，这么下去身子怎么吃得消啊？屈姑姑也是一脸的担忧，她刚要说什么，忽然看到了安九。你奴婢小春。对，你跟我过来。上次的蒸蛋你再做一个。安九不傻，能让屈姑姑上心的肯定是给皇帝做的。他知道皇帝想吃肉，但是他没说。难道和皇帝的病有关？一吃肉就会发疯砍人？不对啊，前几次明明是因为有人勾引他才发疯的。看到厨房有新鲜的虾，蒸蛋能不能加虾仁？奴婢觉得能加。试试。蒸蛋好了，屈姑姑端走了。屈姑姑找你做什么？没什么。你也最好安分点，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彼此。这个小夏还有脸说我？大家半斤8两好不好？一样的毛毛躁躁，没半点眼力劲儿。安九心里盘算，他努力活久一点，或者和领导打好关系，没准领导一高兴啊，就能放他出宫去了。哎呀，25岁在宫里算年纪大了，但在外面正是如狼似虎的好年纪啊，说不定还能找个帅哥过没羞没臊的生活。说起帅哥，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帅哥，身高腿长，宽肩窄腰，肤白如雪，五官英俊，勾人的很。可安九的魂儿都要吓没了。陛下！皇帝和一旁的李公公说：“这是你家亲戚。”陛下，奴才家里没人了。哼，带头鹅。
听得出心情是不错的。安九暗暗松了口气。这时候外面来了个太监，李公公一看到他如临大敌，脸色都变了变。哼！皇帝更是冷哼了一声。来的这人叫王德才，是太后身边的大太监，过来说太后想念皇帝了，让皇帝过去坐坐。李公公皮笑肉不笑地送走了人。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幺蛾子，真是烦死了。陛下，或许是为了昨天的事儿。哼，昨天什么事？李公公一噎。昨日御花园秦美人受了惊吓。秦美人谁呀？她受了惊吓关朕什么事？啊，烦死了！真不想去见太后。被还跪着的安九绊了一下，差点摔个跟头。哎呦，陛下！哎呦！李公公惊得声音都变了调，眼疾手快地扶住了皇帝。皇帝勉强站稳，恶狠狠地瞪着安九。陛下，无命休矣！我招谁惹谁了呀？所有人都认为安九必死无疑，就连安九也是这么认为的。可皇帝足足瞪了他10几秒，转身离开了。所有人都跟看怪物一样的看他。为什么皇上没有杀安九啊？起来吧。安九脱力地站起来，腿脚发软，整个人呢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幸好不是暴躁皇帝，不然必死无疑。皇帝没一会儿就出来了。你也来。是。安九来不及思考，只能跟了上去。太后找朕，一定没好事。他叹了口气，侧头看到了安九。呆头鹅走路的姿势真难看。要是人人都像呆头鹅一样蠢，算计朕也算不明白，那该多好。所以我能保住命，是因为皇帝觉得我蠢。挺好，真的。安九内心正在思索，忽然发疯的皇帝是什么原因，没注意脚下，被路上一块翘起的砖绊了一下，直接趴在了地上。那一瞬间，安九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就连皇帝的步辇都停下来等着他，看着他。安九爬起来看了皇帝一眼。现实的笑，心里的笑，银铃般的笑声持续了一路。安九已经麻木了。终于到了太后的慈宁宫，王德才脸涂得可白了，还抹了红色的口脂，翘着兰花指走过来迎接皇帝。王公公真是越来越吓人了，太后不管管吗？没了男人那玩意儿，就会变成这样。你没事吧？没事。我叫李记，以前没见过你，你是新来的吗？以光华殿宫女更新换代的速度，你恐怕每隔几天就要见一次新人。显然李记也意识到了，他尴尬地笑了笑，不说话了。他满脑子都是皇帝的事儿。皇帝这个反应很像间歇性神经病、躁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还是人格分裂。总之就是有一个禁忌点，只要不触发，皇帝还是很温和的。可一旦那个点被触发了，他就会无差别跳起来杀人。过后，温和皇帝就会将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李公公和屈姑姑等人显然很了解。看来以后得再小心了，绝对不能触发出暴躁皇帝。你是怎么回事？好好的为什么砍人？太后说什么，朕不懂。朕从不滥杀无辜。皇帝摇头否认，刚刚呆头鹅差点给他绊个跟头，他都没有惩罚他。他是个贤明仁慈的君主。太后看向李德福，娘娘，陛下从不滥杀无辜，死的人都不无辜。玫瑰人的宫女，你身边的宫女，哪一个不是无辜的？他们做什么了？太后今日见朕，就是为了兴师问罪。你是一国之君，如今膝下无子哪里能行？嫔妃那么多，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朕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你不清楚。太后的脸上哪里还有刚刚的淡定从容？她张着嘴，就像是一只被掐着了脖子的鸡。你干什么？你这个逆子！她一步步地走近，那野兽一般的眼神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太后。你还想害朕？
安九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等着。慈宁宫内忽然跑出来一个太监，接着侍卫们便都往里冲。没一会儿，李德福出来了，身后侍卫背着皇上匆匆离开，安九也快步跟了上去。慈宁宫的事儿，对外的说法是皇上突发恶疾，惊扰了太后。皇帝一直昏迷，屈姑姑将光华殿的宫女都叫过来，嘱咐他们不许生事，不许乱说话。关于皇帝，若是传出一个字儿，仔细他们的皮。所有人都紧张起来。没一会儿，太医来了。又忙碌了大半夜，人都撤了，安九和小夏负责守夜。今夜李公公和屈姑姑也都在。安九忽然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整个后宫只有屈姑姑和李公公关心皇帝。夜幕浓重，安九站着站着，头就开始点啊点的。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间，安九看到了一道人影。啊，人影！殿内依旧安静，旁边的小夏已经靠着柱子睡着了。李公公和屈姑姑也不在，那人站着，直勾勾地盯着他，不知道看了多久。是皇帝。然后他就听到了一道声音：好饿。安九还没反应过来呢，皇帝就已经到了他跟前儿。安九头皮都炸了。杀！杀！杀！皇帝慢慢地举起了手，就在他要掐向安九脖子的一瞬间，陛下，您饿不饿？奴婢煮碗面给你吃。奴婢现在就去厨房给您做，好不好？他没说话，于是安九就试着挪动了一步，皇帝跟着挪了一步，安九挪了2步，皇帝跟着挪了2步，安九挪了3、4、5、6、7、8步，皇帝也跟着挪了3、4、5、6、7、8步。于是安九一步步地走出了大殿。门口屈姑姑正好进来，看到他们面露困惑。陛下饿了，奴婢去厨房给他做点吃的。屈姑姑 CPU 都烧了，她点点头。去吧。很快就到了厨房，安九硬着头皮走了进来。皇帝杵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安九。陛下想吃什么？皇帝歪着头，似乎有点疑惑。吃。吃什么？吃。安九放弃了，这里的食材并不是很多，安九只能简单的煮个面。不过他做面很有一套，打了鸡蛋，放了些葱花，还切了一点肉。吃吧。皇帝端着碗坐在凳子上呼噜噜的吃面。安九发现平时皇帝吃饭都很文雅，细嚼慢咽，吃得很仔细。可是眼前这位暴君吃得又快又粗鲁，就像是许久没吃过饭似的。他很快吃完了一碗，将碗放在安九的面前，示意他还要吃。果然是饿了。皇帝吃了3碗加超大份肉的面，这让安九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难道我对自己以前有误解？其实我做饭很好吃很好吃的吗？安九还没得意多久呢，皇帝就一头栽倒晕了过去。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光华殿房顶的琉璃瓦上。今天你当值啊？安九淡淡点了点头，就准备离开。你叫什么名字？你有事吗？哦，没事。于是安九绕过他走了。他是不敢招惹侍卫的，怕走孙答应的老路。哼，有人可真有意思，才来几天啊，就和侍卫勾搭上了。小夏，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谁和侍卫勾搭上了？李侍卫啊，听说家世不错，将来娶的肯定也是千金小姐，反正不可能是一个贱婢。小秋、小东对视一眼都看安九，果然呢，之前就看着他不是个安分的，这才几天呢，又是皇上又是李侍卫的，呸，真不要脸！你想干什么？安九揪着他的衣领，将他摔在地上，扯着他的头发狠狠拽了一把下来。小夏疼的眼泪都冒了出来，瞅准机会就在他肚子上踢了一脚。我要告诉屈姑姑，现在就去说。宫女打架可是大忌，小夏敢说，屈姑姑就敢发落了他们2个。对，就是2个。果然，他放完了狠话就没动。安九不是小题大做，这样的流言一旦成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要了他的命。安九翻了个白眼，看了一眼夏秋冬3人。
别想着报复我，不然我死之前一定把你们拉下水。安九说完出去了。这个贱人，他敢打我，我绝对饶不了他。他就是个疯婆子，你不怕他报复啊？要不算了吧，万一他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咱们怎么办？今天皇帝回来的晚，心情很不好。不过听语气已经不是那个暴君了，而是温和君。这些朝臣是不是脑子有病？天天关心这后宫那点事，朕和不和嫔妃睡觉关他们什么事？朕是种马吗？天天子嗣的挂在嘴边，烦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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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后宫那些女人，他仰天长叹了一声，没什么力气的趴在了桌子上。一刀杀了朕算了，朕实在无法忍受和不同的女人做来做去的。安九瞪大了眼睛，他都听到了什么？齐美人长得不错，就是太主动，见到朕就往上扑，吓死朕了。朕只是个单纯的小男孩。王婕妤又太胆怯，见到朕总低着头。朕现在都不记得这女人长什么样。唉，朕还是不能和女人接触，否则就会……安九想听清楚，可皇帝不继续说了。最后他感慨了一句：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个秘密。哇！安九咽了咽口水，皇帝居然还是个处男，简直不可思议啊！小夏盯着安九的脸，越想越气，忽然恶向胆边生。在皇帝终于停下来要示意安九给他倒水的时候，伸出脚准备绊倒安九。宫女们平时都是低着头走路，安九也不例外。他刚迈腿就看见了小夏的动作，他有点无语。这个姑娘怎么又蠢又爱耍小聪明？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伸头要绊我了。哎，他舒了口气，踩着小夏的脚走了过去。小夏疼得脸都扭曲了一瞬。不是，这两个宫女在干什么？这没眼花吧？她们是不是……没错，我们就是互相不和找茬呢。他们是在争给朕倒水的机会吗？果然，这些女人都想勾。安九瞪大了眼睛，就怕皇帝继续想会把暴君给招来，那他和小夏都得死啊！陛下请喝茶。皇帝喝了一口，目光停留在安九的脸上。别看我，看我干什么？太无聊了，看他们打架也不错。听说会扯头发，朕想想啊，怎么玩才比较有趣？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你过来，给朕捏捏肩。安九确定他没安好心之后，就走过来给他捏肩膀。安九发现皇帝在看小夏，小夏低着头捏紧了拳头。哼，看来有效果了。哼，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小春。你敢戏耍朕？哪里耍你了？明明是你要耍我！陛下饶命，奴婢……哼，朕记得小春，不长你这样。你到底是谁？那你记得上一个小春已经被你一剑捅了个对穿吗？血都是我擦干净的，亲。不过皇帝显然不记得了，眼看着暴君就要上场，安九忙指了指不远处幸灾乐祸的小夏。奴婢叫小春，她叫小夏，名字都是屈姑姑取的。来吧，要死大家就一起死，谁也别想跑。陛下饶命！陛下饶命！不对不对，朕明明记得小夏也不长那个样子的，难道是朕记错了？皇帝下意识地捂了捂他的头，脸色越来越烦躁。朕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原来的小春和小夏呢？皇帝问完又陷入了沉默，似乎想到了很多张脸。原来的小春啊，对，原来还有个小春，也不长那个样子。小春，他们眼看着皇帝越来越不对劲，安九忙补充：陛下，奴婢听屈姑姑说，奴婢们的名字五花八样，记起来太费劲，所以来光华殿伺候的宫女都叫小春、小夏、小秋和小冬。皇帝的心声戛然而止。你敢骗朕？朕没有疯，耶！千真万确，奴婢不敢欺瞒陛下。安九看了小夏一眼，小夏跟着磕头。陛下是真的。那你叫什么？奴婢叫安九。
以后你叫小九。是。至于小夏，等到安九把大殿的事一说，屈姑姑立刻让他改回了原来的名字，小花。说说，怎么回事？安九一五一十的将事情都说了。既然是陛下的意思，以后你们就叫陛下取的名字。两个人点点头。屈姑姑让小花退下。你来光华殿是图什么？奴婢只是……屈姑姑摆摆手，不管你以前图谋什么，从现在起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你就是光华殿的人，是陛下的人。往后不管做什么，都要以陛下为先。你的那些小心思都给我收起来，不然你知道后果。是，奴婢都记住了。记住就好。屈姑姑敲打完安九，就又开始一个巴掌一个糖。在这宫里做奴才，哪里都一样。只要你好好的干，陛下也不会亏待咱们。是。回到房间，你别得意，在这光华殿被人注意到才不是什么好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连骨头渣子都不是。他说着又想到了什么，委屈的哭了起来。安九将被褥展开，脱了衣服躺进了被子里。他明天还要轮班呢，都是辛苦的打工人，谁有空和小花内耗啊？安九美美的睡了。半夜有人拍他，安九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皇帝为什么会在这里？皇帝为什么会在这里拍他？皇帝好奇的盯着他，然后清晰的吐出一个字：饿。不是，御膳房的人能不能都杀了？拿着银子不办事是吧？来看看你们的皇帝都饿成什么样了。厨房门口，安九看到了低着头等着的屈姑姑。暴君一直盯着他，跟着他，寸步不离。今天厨房准备的东西很丰盛。你想吃什么？饿。算了，还是自己想想吧。厨房有面，有剁好的肉，显然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安九包了馄饨，几十个一起下锅，直接盛进了盆子里。暴君也不嫌弃，端着盆儿一口一个。安九还给他准备了一些可口的小咸菜，暴君呼哧呼哧，没一会儿就吃完了，跟村里养的猪一样。安九刚感慨完他的食量，他就和上次一样，一头栽倒，晕了过去。唉，又晕了。没一会儿，屈姑姑就带着几个黑衣人进来了，他们背着暴君就出了门。屈姑姑赞赏了安九几句，还说要给他长乐器。安九犹豫了一下，陛下平时吃的不多，晚上又暴饮暴食，对身子可能并不好。主要是怕暴君这么吃下去吃出问题，到时候那可就是他的错了。你有主意吗？啊，这是啥意思呀？她一个小宫女能有什么主意啊？屈姑姑索性摊开了说：陛下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也看到了，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安九从屈姑姑的眼里看到了期待，对，就是期待。他想到温和君那想吃肉的心声，于是说：要不给陛下吃点荤腥？是不是他白日里吃的太素了？不可以。至于为什么不可以，屈姑姑没说，但是就是不可以。安九也不是个傻瓜，他猜测温和君或许一吃肉和被女人勾引，都会犯病变成暴君。不过从这2次吃饭的情况来看，暴君也不是看到什么人就杀，只要不触发他的某一种机制，他是不会暴走的。于是安九提议：要不慢慢来，比如先给陛下上点鱼虾什么的。鱼虾不是肉吗？是肉，但是和血乎乎的生肉不一样。另外可以试着做成别的形状，比如3鲜的虾仁水饺、锅贴，蟹黄粥、鱼片粥都可以。安九不是冒冒失失提出的建议，因为上次做的蒸蛋中就加了虾仁儿，皇帝也没说什么，也没犯病，证明他不排斥这些。那我考虑一下。告别了屈姑姑，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小屋，轻手轻脚上了床，躺进被窝。安九觉得幸福极了。他不知道的是，小花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安九。第2天果然下雨了，皇帝去上早朝了，安九无事可做，就只盯着桌上一个花瓶摆件发呆。小花站在一旁，脸色阴沉沉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都在。安九听得昏昏欲睡的时候，皇帝回来了，身后跟着神情严肃、小心翼翼的李公公。安九和小花连忙上去，
一个帮忙给皇帝拿毛巾擦不小心沾到的雨水，一个给皇帝倒了热茶。皇帝脸色阴沉地坐下。这些大臣们犯天了，居然敢逼迫朕！李如海、张明礼、陈思维，你们都给朕等着！皇帝今天的早饭依旧很清淡，因为安九的提议，桌上多了虾仁蒸蛋。早饭之后，安九回来的路上就听到众人议论，说是皇帝不去后宫，不只是后宫妃嫔不满，就连前朝的人也有了意见。毕竟整个后宫好多女人都是大臣们的女儿妹妹之类的。然而这个皇帝啊，他不一样。刚当皇帝那会儿，据说他也去过后宫，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再也不去了。这个呀，安九知道，之前皇帝吐槽过，那些妃嫔太热情太主动，就跟要吃人似的。皇帝也是接受不了和一个陌生女人肌肤相亲，还挺传统。可惜啊，生错了地方。只要不是皇帝，这种品格多少得赞叹一句洁身自好。前朝的老臣们急了，提议皇帝赶紧立皇后，还有人提议再选一次秀女，他们也好把自己的女儿啊、妹妹啊什么的安排进去。皇帝看着年轻力壮，努力，3年抱几个，将来家族出个皇子做亲戚，有面子又有保证，政治地位嘎嘎的。众人自嗨得非常爽，唯一不高兴的呀就是皇帝。他放下筷子就不住嘴的吐槽了足足1个时辰，那几位大人的祖宗18代都被他问候了一遍。迟早有一天，朕要把他们都杀了。安九听到这句，瞬间就清醒了。他偷偷的看了皇帝一眼，哪知道皇帝啊就跟头顶长了雷达一样，瞬间抬头看他。看什么？这宫女是不是傻瓜？不知道朕渴了吗？安九急忙上前给他倒了水，皇帝喝了一大杯水，吐出一口气，生无可恋地倒在龙椅上了。中午的饭菜还是御膳房做的，除了平常喂兔子的小青菜，今天还加了一道白煮虾。虾很好吃，但是味道太淡了，就不能加点调料吗？果然，皇帝只吃了几只就放下了筷子。肘子、红烧肉、烧鸡。安九觉得呀，这皇帝有时候跟个小孩似的。皇帝多少岁来着？他看起来最多20出头吧。皇帝这一觉睡到下午才起来，起来就是看奏折，看着看着就和写作业的小学生一样，开始神游。靖安县麦子大丰收。靖安在哪里？这不是那个民风特别彪悍的那个县吗？前任县令娶了小姨子，还残忍地杀了原配，最后被发现安南知府被老虎咬死了。老虎怎么可能把知府咬死？哎呦，真是就差没见鬼了。原来是这样，真是无言以对。要说玩还是你们会玩，一个知府居然偷表妹，还去野外偷，还被老虎咬死了，真是服了。他又翻开了下面的奏折。秦岭发现了野人。野人是什么人？黑户。发现野人和朕有什么关系？告诉朕干什么？难道要送进宫给朕玩吗？他把奏折扔在桌上，怨气很大的翻开了下一本。苍梧县百姓在地里发现了龙的骸骨。皇帝无语的翻到了下一页，上面写着龙骨已经快马加鞭的送来了京城。皇帝将李公公叫了进来。苍梧县的东西拿过来，朕要看。他很好奇龙骨长什么样子，安九也很好奇。以前有人说过12生肖里的龙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可没有人能证明。难道我要见证历史了吗？才不到1个时辰，就有人将东西带了进来。安九看到他的时候，有种似曾相识无以言说的感觉。没错，眼前这些堆在一起的巨大骨头啊，正是他们所谓的龙骨。好吧，恐龙也是龙啊。真是龙骨啊！我的老天爷，居然真的有！有生之年能看到龙骨，就是死了也值得了。安九忽然很好奇，皇帝是什么反应？可皇帝没反应，姿态从容地站在一旁，逼格十足，气场强大，仿佛这都是小场面。他不同于众人的低声议论，极其具备穿透力，像仰天长叫的公鸡。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难道真的是龙？这世上真的有龙？可父皇说，神话书都是骗人的，这世上根本没有龙。父皇，您在天有灵看到了吗？神话书没有骗朕，这世上真的有龙！安九生无可恋的听尖叫鸡叫了足足有半个时辰，他的耳朵都要死掉了，这都算是工伤了吧？偏偏还没有赔偿，安九服了。皇帝的心声终于停了，因为他好奇真实的龙长什么样子，起了兴趣要自己拼出来。安九懒洋洋地看着，皇帝摆了一颗恐龙头，就没动作了。他高冷地站在那颗恐龙头前，眼神幽暗。接下来要怎么办？皇帝疑惑的声音显得格外的疑惑。脖子吗？他站着，其他人大气儿不敢喘地跟着站着。安九很想揪着他的耳朵告诉他，搭积木要先学会搭的啊搭，马蹄哒哒哒，你要动手啊！哎，你不动手，你站在这里凹造型能还原吗？脖子在哪里啊？这些骨头长得都一样啊。好在皇帝站了一会儿，终于开始行动了。于是他找来骨头一根一根的对比，结果就是没有结果。完了，朕好像不会搭了。要是搭不出来，这些宫女太监会不会嘲笑朕？那朕就……他的声音越来越冷，隐约有点变态。安九偷偷给李公公使眼色，啥意思呀？李公公不能明白安九的意思，而皇上已经彻底的冷下了脸。他从宫女太监们笑话他，想到他提刀杀了这些笑话他的人，然后前朝的大臣们指责他滥杀无辜，他已经想好了3套完美的说辞，让大臣们无话可说。安九感慨呀，请停止你的想象力，他们都还没死呢。而且呀，这狗皇帝不去当编剧，实在是太可惜了。原以为他是个温和君，原来也是个黑芝麻黑心汤圆，还不如暴君直接可爱呢。到最后，龙骨乐高就只是拼了一个头，还是李公公提醒，快到晚饭时间了，他才高冷的离开。晚上，累了一天的安九就想睡个踏实觉，于是，在小花上床之后，他锁了门，狗皇帝可别想进来。然而，他还是被人拍醒了。安九一件件穿好衣服，暴君就盯着他看。安九脑子一抽，转过去，不许看。说完就后悔了，他最近真是皮紧了。不过暴君一个字儿都没听，只盯着他看。厨房门口，曲姑姑依旧是尽职尽责的等着。安九进了厨房，扫了一眼，今天有鱼，大概是想让他做鱼片粥。这个熬粥的等待时间有点长，而暴君呢就站在旁边盯着他，这感觉呀，就像是领导留下来要看着你加班，然后呢你划拉着鼠标在电脑上一直点着刷新一样，让人尴尬又忐忑。一锅鱼片粥做好了，给安九也看饿了，他也想吃。给您试试毒哈，陛下慢些吃，烫。他一仰头，一碗粥没了。不烫吗？烫是烫的，皇帝后来就吃得慢了，因为他的嘴烫红了。安九小口的吃着自己的，还贴心的将其他的亮了出来。暴君就这么一碗接着一碗的喝，好在安九没做太多，怕给他吃撑死了。暴君吃完了，还盯着安九的碗看。安九一仰头，将自己碗里的喝了。没了。暴君一头栽倒。今天皇帝不上朝，因为昨晚吃得很好，他今天心情还不错。他说要去御花园转转。安九就不明白了，这么大个皇宫，只有御花园可以转吗？上次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呢。李公公大概也想到了，于是他说京郊马场修缮好了。端王还递了话，问皇帝去不去骑马。皇帝来了兴趣。说起来，朕真的很久没有骑马了，去玩玩也不错。端王这小子，皇帝停止了想象。随行的伺候人员屈姑姑挑了安九，宫女几乎没有出去的机会，就像是陪领导出差可以顺便公费旅游的苦命打工人。安九还是非常高兴的，小花儿也非常高兴，因为她和安九一组班。皇兄终于肯从宫里出来了。臣弟才从漠北弄来了几匹好马，就等着皇兄帮忙看看好坏呢。
皇帝爱马，听到好马立刻就被吸引了，跟着端王走了。小九、小花，你们去伺候陛下。马场上很快传来哒哒哒的马蹄声，一个高大英俊的人策马而来，到了跟前，他勒住缰绳，以一个极其帅气的姿势停了下来。妈呀，狗皇帝好帅！直到皇帝下了马，他才呆愣愣的送上了擦汗的帕子。多日未见，皇兄风采依旧啊！安九十分赞同端王这话，然而帅不过3秒。哼，都被朕迷住了吗？眼前这个宫女眼睛都直了，是不是心里在想着怎么勾引？安九急忙转过头，却对上了端王打量的眼神。他发现他皇兄刚刚就一直盯着这个宫女看。安九下意识的心虚了一下，忙低下头。他为什么看端王？哼，又是个想飞上枝头做凤凰的蠢货。去死吧，狗皇帝！皇兄累了吧？臣弟准备了吃食。一提到吃的，皇帝的思绪瞬间就回笼了。端王这小子总算是有点眼力劲，不知道一会儿要给朕吃什么。果然，皇帝一路上脚步轻快，猜测端王给他吃猪肘子、红烧鱼、炖羊肉等等。然后到了地方，皇帝看着一桌子的素菜，笑容直接凝固在了脸上。很好，端王，你可以去死了。知道皇兄爱吃清淡的，臣弟专门让人准备的，这些蔬菜都是臣弟园子里种的。安九也是无语了，这园子里能种菜就不能养点鸡鸭吗？杀一只给你皇兄吃啊！可皇帝却是什么都没有说。他坐在椅子上，拿起筷子吃了2口，果然就没什么胃口了。皇兄的胃口还是不好吗？皇帝没说话，可显然他的好心情啊已经荡然无存了。安九听着他抱怨，觉得这人跟个没长大的小孩似的，生气了也不说，就让别人猜，可别人哪里能猜得到呢？皇帝饿着肚子，哪里还有什么心情骑马？他要回去了。端王身边的丫鬟走过来帮忙收拾东西，顺便和安九他们套近乎。小花非常高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将皇帝的事儿说了个干净。安九狠狠地拍了他一巴掌：“你活干完了吗？就在这嘻嘻哈哈的，你管我？”安九真服了这个傻叉了，皇帝的隐私你说出去了，万一被追究，他一样要跟着倒霉。我懒得管你，只是我要提醒你，别到时候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他看了一眼端王派来的丫鬟，小花忽然就懂了，瞬间懊恼地闭上了嘴。2位姐姐不必担心，我就是和2位随便聊聊。那还有事吗？王爷准备了一些东西，麻烦2位姐姐帮忙带回去。安九扫了一眼，看起来应该是补品什么的，他也不肯定，也不敢收，只说会告诉曲姑姑。端王丫鬟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哼，就你能，别人都是傻子是吧？对，你确实是傻子。曲姑姑将他叫出来，看的正是端王送的东西。别说，东西还真不错，鸡蛋那么大的枣，不知道什么鸡下的蛋，一些野味菜干，一些稀罕的果干，当然了，还有好多新鲜的瓜果蔬菜、灵芝燕窝等等，就是没有肉。都知道送野菜了，不知道送野味儿。拿到小厨房去，你看着做。我能吃吗？曲姑姑一愣，看了他一眼。那个我没见过炒菜饿死厨子的啊，这就是可以吃了。安九拿了4、5个红枣，用帕子擦了擦，咬了一口。好吃。还有葡萄干呢，抓一把。曲姑姑看了他2眼，最终什么都没有说。算了，到底还是个孩子心性。小花一回来，就和秋冬2位宫女炫耀此行遇到的趣事。其实也没什么，说来说去啊，也就只是那几件。可尽管如此，也足够让秋冬2位宫女向往了。也不知道陛下什么时候出去，我们也好想去看看。下次有机会，我就让给2位姐姐。还是你好，咱们在这宫里无依无靠的，就该相互照应。3人聊得十分开心，自动的将安九给孤立了。安九觉得正好，这样啊，他就能偷偷的吃点好吃的。晚上，安九的肚子空空的上了床，他不准备睡了，等暴君过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安九听到开门的声音，很轻微。安九睁开眼睛，他看见皇帝站在小花的床边。
这是认错人了？安九没有贸然行动，但是紧接着他看见皇帝拿出一块帕子捂在了小花的口鼻上，很快小花就陷入了昏迷。做完这一切的皇帝走到了他的床边，安九识趣的自己起来了，他看了一眼自己被踩扁的鞋子，唉。暴君红着眼睛看他，看起来心情相当不好。于是安九加快了动作，穿好衣服就跟着他到了厨房。厨房今天多了好些蔬菜，有蘑菇、豆腐、茄子等等，果然还是清一色的素。皇帝每天吃的清淡，如果吃不成肉，给他弄点重口味的素菜也行。麻婆豆腐、干炸鲜蘑、红烧茄子、香辣大虾。皇帝端着一盆米饭，可能觉得不过瘾，直接将麻婆豆腐和米饭拌在一起，用勺子挖着吃。安九也端了个小碗，里面放着他提前盛好的菜。暴君百忙之中抬头看了他一眼，脸色不太好看，责怪安九吃了他的饭。奴婢试试毒。皇帝接受了这个说法，继续低头狂吃。在安九刚放下碗的那一刻，他也吃完了。安九等着他晕倒，自己好回去睡觉。可是今天皇帝没晕，怎么回事？暴君今天怎么不晕了？他想跑去问问曲姑姑，暴君微微皱了皱眉，不高兴。安九不敢动了。不高兴？不动了，还不高兴？陛下吃饱了吗？暴君不回答，但是他的心声回答了。吃饱了。吃饱了回去睡觉呀，站这儿干什么？暴君就盯着他，生怕他走掉一般。以后还吃。陛下若是想吃，奴婢下回还给您做，好不好？暴君盯他。天色不早了，该回去睡觉了。暴君还看他。屈姑姑察觉到今天的时间格外的漫长，走近了想看看什么情况。暴君身上就跟装着雷达一样，迅速扭头去看。对上暴君凶狠的眼神，屈姑姑生生打了个寒战，转头跑了。长夜漫漫，空气安静的吓人。暴君不走，安九觉得压力山大，他只能再找点事儿做。今天端王那拿过来一些果子，果子是酸甜的，挺好吃的，可以做个糖葫芦试试。将果子切成块串起来，然后裹上化开的糖。很快10多串果子糖葫芦就做好了。而暴君呢，却在看果子糖葫芦。这个现在还不能吃，得等一会儿，你拿着回寝宫吃。暴君听懂了，可他不端，他就看着安九。安九舒了口气，只能自己端了盘子，跟着皇帝一路到了光华殿。李公公诧异地看着他们，到底是人精儿了，一点没表露出来。安九将糖葫芦放在了桌上，李公公还拿了冰块垫在下面，很快糖葫芦就能吃了。皇帝一手一个，一口一块，吃了个精光。暴君还是没晕，他只是眉眼舒展，懒洋洋地坐着，又从腰上取下来一块玉佩，随手丢在了安九的脚边。安九不明所以，安九不知道他该不该拿。就这么犹豫的功夫，暴君的眉头就皱了一下。陛下的赏，还不快谢恩？是，奴婢谢陛下赏赐。安九赶紧将玉佩收了，并且谢了恩。皇帝这回满意了，一头栽倒在地，睡得不省人事。李公公他们轻车熟路，皇帝一晕倒，他们就扶着他上床睡觉。公公，这怎么办？陛下赏的，你就拿着。奴婢不敢要啊。他是真不敢呐，万一明天狗皇帝醒来发现玉佩不见了，要抓他这个小偷，他又和谁说理去啊？给你就拿着，不然陛下看到会不高兴。是，可能是昨天吃饱了，皇帝心情不错，他上完早朝回来发了一会儿呆，就让李公公准备东西，他要画画。安九因为没睡好，靠着柱子昏昏欲睡的打了会儿瞌睡。再清醒的时候，皇帝已经开始作画了。李公公招呼他过去研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安九觉得今天李公公对他格外的热情，态度也好了180度。安九就站在皇帝身边，一边研墨一边看他画画，原以为他要画花鸟虫鱼什么的，谁知道他在水灵灵的上好的画纸上画了一排糖葫芦。李公公笑得眉眼弯弯，他夹着嗓子明知故问：哟，陛下，这是什么呀？这个问题安九也想知道，
难道皇帝有昨晚的记忆吗？朕昨天梦到吃这个果子糖了。安九看到他舔了舔嘴唇，李公公并不意外。是吗？那陛下还想吃吗？想吃的话呀，让……他装模作样的看了一圈，目光落在安九的身上。小九会做吗？哦，奴婢会一点。那你去厨房给陛下做一些过来。是。安九低着头往外走。哎，朕的玉佩好像不见了，是丢在哪里了吗？朕还挺喜欢那块玉佩的。你是真狗啊！安九认命的出了门。曲姑姑问他去哪里，他说了皇帝的意思。我和你去。于是两个人来到了厨房，安九开始做糖果子。曲姑姑就站在旁边看，给安九看的呀，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小九，你觉得这宫里好不好？好不好？那看对谁了。对于当主子的人来说是挺好的，至于下人嘛，呵呵了。2份工1份钱，还有生命危险，你说好不好？姑姑为什么这么问？安九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领导问你公司好不好的时候，这就是个坑。一直当奴才确实没什么好的。安九点点头，所以啊，他想出宫，在这宫里能得到陛下的喜欢和宠爱，日子才会好过。啊，姑姑，奴婢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不想什么？我记得当初你要来光华殿的时候，可不是这个心思。姑姑，以前是奴婢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奴婢不想了，奴婢只想……不，你想。不，我不想。陛下是这天下最尊贵的男子，得到了他的宠爱，才有好日子过。可是收益与风险并存啊！你的陛下会砍人，说不定哪天睡梦中脑袋就搬家了。安九一点都不动心，安九坚持说自己不想也不愿意。若是实在不愿，那就要坚持本心，不然……后面的话曲姑姑没说完，可是安九明白的，要勾引就彻底拿下，要么就不要和皇帝有超出别的范围的牵扯。皇帝一脸狐疑地看向李公公，朕总觉得玉佩是给了什么人。安九进门就听到他这么说，他还在惦记那块玉佩。安九真想现在就把东西摔他脸上，告诉他老娘其实一点也不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还不如给2两银子来的实惠呢。送了就送了，还惦记要回去的。皇帝！安九将做好的糖果子放在桌上，李公公急忙让人拿了冰块垫在地下。这个场景有点熟悉啊，哼，怎么觉得像是经历过？难道是以前做梦梦见的？他狐疑了一会儿，就吃到了糖果子，好吃。可这么喜欢吃的东西，他只吃了一个就不吃了。好想再吃一个，拿走吧。他这么想着，却还是让人将东西端走了。安九皱眉，他觉得皇帝身上古怪的感觉越来越重了，他好像在刻意压制自己，然后在压制中变态了。不可能，这个理由太牵强了，一定是还有别的理由。是什么呢？还想吃，不能吃，真是皇帝要克制欲望。他遗憾地叹了口气，转头看安九，这家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至少还会做糖果子。然后皇帝一低头，看到了他的鞋子，以及鞋子上那2个黑乎乎的大脚印儿。笑死朕了！那是什么？谁给他踩的？尖叫鸡一样的声音在大殿回响，受伤的却只有安九。狗踩的，狗踩的，狗踩的！尖叫鸡笑了一会儿，对曲姑姑吩咐：“姑姑，告诉那巫妇，给宫女们送些鞋子、衣服过来。”小花不明所以，但是她很高兴，可能觉得皇帝看到了她的辛苦，嘉奖她的。皇帝又想起了堆在院子里的龙骨，于是这天，安九穿着新衣服、新鞋子，在院子里陪着他拼龙骨乐高。皇帝是有点聪明劲儿在身上的，没用多久，他就找到了恐龙头和脖子。怎么回事？这家伙怎么看着不太像龙，像个怪物？不会真的是怪物吧？
还这么大，真有点害怕。一开始他也是嘲笑皇帝的，但是静下心来想想，古人又不知道恐龙，对他们来说，这种庞大的未知生物的确是有点可怕。可安九看着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皇帝，内心却胆小如鼠的模样，真的很搞笑啊。然而乐极生悲，似有所感，皇帝一转头和安九对视了一眼。完了，真累了，你把龙骨拼好。狗皇帝，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什么啊？你自己拼不好的东西，我一个小宫女能拼好吗？这让安九想起了他曾经做美工的经历，那时候他挣2800块，只会 PS 的他，某一天被老板委派了一个极高难度的大任务，安九硬着头皮也做不出来。于是老板一脸失望地看着他，觉得他就是个废物，然后花几万块外包了出去。当时老板笑嘻嘻的拿着几万块买的成品，看着他说：“小安呀，年轻人要进步，要学习，不能每天就想着早下班。”果然，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老板的精髓都是一样的。安九是很想拒绝的，可是他不敢，就像当年不敢拒绝给他2000块工资的老板，现在他也不敢拒绝给他2两银子俸禄的皇帝。是，皇帝很满意，他笑着离开了。小花跑过来，看着地上的一堆骨头，幸灾乐祸。还有小九，这可是个好差事啊，你可要好好的干。猥琐的样子像极了当年背后嘲笑他的讨厌同事。啊，到底造了什么孽啊？曲姑姑看着这一堆烂摊子，这个小九对陛下来说一定是特别的，不然不能让他做这些事儿。这福气给你们要不要啊？小九，这些东西你会拼吗？不知道，试试吧。眼前的这个恐龙啊，是白垩纪晚期的霸主霸王龙，这家伙很好认，看头盖骨就能看出来。先把大骨头分出来，然后明显是尾巴、脖子、爪子、身体上的骨头也挑出来，挑挑拣拣的，很快将骨头分了类。这样一来就很好认了，脑子里有图照着拼，原来也没那么难。哇，这小宫女有一手。参见陛下。参见陛下。什么时候能拼好？安九没有回答，因为他低着头，所以很难从声音上判断皇帝是心声还是真的说话了。小九，陛下问你话呢。回陛下，大概1个月。其实吧，用不了。可他不想去伺候皇上，他想偷懒摸鱼，延长一下工期。这么慢，不能快点吗？半月，陛下，半个月奴婢一定弄好。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会不会根本不是龙？皇帝的脸色有点难看，看着像什么怪物？不会真的是怪物吧？这种怪物会不会不祥啊？想着想着，他就开始拐入了一个奇怪的赛道，认为这个怪物的出现会给国家带来厄运。安九想死的心都有了，真是伴君如伴虎啊！眼看他越想越离谱，都想到拼好怪物骨头之后，国家真的发生不吉利的事儿，他要不要把知道这件事的人全部杀掉？安九的心都跟着沉了下去了。好在这时候小福子来了，原来是端王来找皇帝下棋了。皇帝这才起身离开，安九松了口气。小九，你很热吗？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安九同情地看着他，如果皇帝真的要杀人灭口，那这2个小太监也是难逃厄运，真惨呐！命根子没了，命也要没了。皇兄近日气色不错呀，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吗？闻言，皇帝也在犹豫要不要把龙骨的事儿和他说。他经常在外巡游，或许认识这是什么。你见过龙吗？嘿，皇兄是真龙天子，那臣弟自然是见过了。皇帝有点无语，想起后院那个愚蠢的大怪物脑袋，他就觉得头疼。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龙？如果不是龙，那到底是什么？上古的生物吗？而且这个端王怎么回事？跟他说正事儿呢，他忽然拍马屁干什么？朕新得了一样稀罕东西，你也来看看。是。等到了后院，看
看到院子里的大骨头。皇兄，这是龙骨吗？你也觉得是龙？看来不是朕一个人这么认为，那朕就放心了。比起皇帝，端王可就活泼多了。他走过来，近距离看龙骨，越看越觉得惊讶。真的是龙吗？你觉得呢？快说是，这样显得朕不蠢了。这么大，应该是龙骨吧？他忽然转头看安九，你觉得呢？不是，你们公司高层谈业务会忽然 Q 保洁吗？我是个宫女，我怎么说？说他是龙骨，那以后出点事儿，皇帝是不是要拿他开刀当替罪羊，或者杀人灭口啊？说不是龙骨，那这不是和皇帝对着干吗？奴婢不知，我只是个保洁，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呀。皇兄找人查过吗？是不是龙骨啊？朕没有。朕怎么就没想到派人去查一查呢？正在查，还没消息。端王没再说什么了，只是好奇地围着龙骨看。安九则继续拼图，还得找专业的工匠将这些骨头拼成博滚那个样子。唉，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我只是个保洁，让保洁建模，你们可真行。端王是个纨绔，也就是说他本人平时没什么正事儿，非常闲。所以当皇帝要去处理政务的时候，他留了下来，就像个监工似的看着安九他们。好在工匠很快就到了，安九画了一张图给他，是霸王龙的大体样子，怎么让恐龙站起来就看他们了。这是你画的？是我画的，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安九说完才意识到不对，王爷恕罪。安九是现代人，没有古代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和警惕，这是很不好的习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要命。你读过书？端王现在对这个小宫女有了几分兴趣。皇帝是什么人他知道，怎么会对一个宫女如此看重呢？他觉得安九身上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了皇帝，是什么呢？真让人好奇呀。奴婢幼年是读过一点。读过一点吗？确实看起来不是什么才女，那就不是靠才华了。美貌？不是端王鄙视安九啊，在这个宫中美人太多了。皇兄为什么让你拼这龙骨？是啊，为什么？安九也想知道。狗皇帝，狗王爷，奴婢不知。端王没再继续问，他找了把椅子坐在长廊上看。最后经过一天的努力，总算是立起来了。安九心里得到了久违的满足，连晚上给暴君做饭时心情一直都是不错的，这惹得暴君看了他好几眼。今天吃水煮鱼，经过这几天的循序渐进，安九觉得可以给暴君吃点荤腥了。水煮鱼中还加了豆腐、豆芽、青菜等一系列配菜，又麻又辣，十分重口。暴君起先吃得很开心，后来就狂喝水。陛下喝水。暴君就这样一边嘶哈嘶哈，一边狂喝水。等到饭吃完了，他终于心满意足地回了安九的屋子。不是，他走回我屋干什么呀？熟悉的暴君坐在他床上，从头上摘下头冠，扔在了安九面前，然后又用那种得意的表情看着他。那他就不客气了。安九拿起来，笑容特别的真诚。多谢陛下，奴婢非常喜欢。暴君的眉眼间都是得意。陛下爱吃酸甜的东西吗？暴君点点头，他非常喜欢吃甜食。过几天给您做山楂罐头吃。暴君歪着头。现在就要吃。安九一愣。现在就要。什么是乐极生悲？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就是。现在没有山楂，明日让屈姑姑去安排。暴君听完他的话十分不高兴，他皱着眉，嘴角下拉，又生气又委屈。好饭不怕晚，明天咱们就吃，好不好？暴君最终妥协了。哼，他狠狠地瞪了安九一眼，那意思好像在说明天没有罐头吃你就死定了。安九有点无语，也有点好笑。和暴君接触的时间越长，越能发现暴君思维简单，甚至可以说又单纯又残忍，可不像白天的狗皇帝800个心眼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着了他的道了。狗皇帝像正常人，心中有恶念，但是理智会约束他不去做。可是暴君不同，
暴君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唉，可这样难伺候的老板我居然有2个，真是别人羡慕不来的。第二天，安九就去找屈姑姑，让她准备山楂，顺便准备些黄桃，她还要做黄桃罐头。考虑到狗皇帝不爱吃桃子，那黄桃罐头呀就都是他的了。还要什么吗？听说皇帝昨天吃了鱼，屈姑姑可高兴了。就是李公公说皇帝昨晚喝了太多的水，后半夜醒来好几次，夜壶都给尿满了。弄点酸菜吧。安九想吃酸菜鱼，屈姑姑也没说什么，陛下爱吃啊，比什么都强。屈姑姑的山楂和黄桃都买来了，还按照安九吩咐的弄来了几个罐子。安九决定啊，下午就给他做了，等到晚上放凉了就可以吃了。罐头做起来并不复杂，安九做了2种，黄桃的和山楂的都放在了自己房间的柜子上。屈姑姑留了一些准备送给皇帝尝尝，可她却拿错了，不是拿的山楂的，而是拿了黄桃的。安九心想完了，皇帝又要吐槽了，结果皇帝却很快就吃完了。好吃。所以他不喜欢吃桃子，只是不喜欢吃水蜜桃吗？黄桃可以吃，桃花酥也可以吃。后来安九才知道，皇帝并非不喜欢桃子，他只是不喜欢桃子皮上的那层毛，就算是洗过了也不喜欢。是小九做的。皇帝上下打量安九，他狗皇帝在啧什么？然而皇帝没说话，放下罐子离开了。安九这2天很累，他想早点回去睡觉，所以不等皇帝来，他就先去准备好了食材。然而左等右等，暴君都没来。就在他想着这人是不是不来了的时候，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那一瞬间，那种久违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又回来了。暴君脸色阴沉地盯着安九，安九汗毛都立了起来，有一种他下一秒就要弄死自己的感觉。他指了指锅里的酸菜鱼，陛下吃饭吗？暴君看着他没动，安九开始不安，也听不到他的心声。脾气800个心眼子的狗皇帝，这个真的很难对付。不知道过了多久，安九觉得身子都要僵硬了，他才走过来坐下。安九赶紧给他盛了饭，看着呼哧呼哧吃饭的暴君，安九才真的松了口气。吓死我了！吃过饭，暴君去了安九的屋子，安九心里还奇怪呢，这家伙把罐头的事给忘了。算了，一会儿回去给他吃吧。然而进门的那一瞬间，安九就愣住了。他精心布置的房间此时乱糟糟的，安九气血上涌，怒火中烧。你为什么要砸我的房间？安九问完吧，就有点后悔了。他算什么东西啊？然而暴君没有生气，他只是冷冷地盯着安九。安九看了眼桌上的罐头罐子，里面已经空了。陛下，为什么不高兴？哼，不高兴。老子看到了，所以老子问你为什么不高兴。他想了想，难道是因为今天他先去了厨房，所以暴君不高兴了？天哪，这是小学生吗？还要拉手说一起去厕所？因为我没有等你，所以你不高兴了。哼，看来就是了。我也是想早点做好饭，陛下来了就能吃。暴君看他，他忽然拔去头上的发冠，可今天就没那么顺利了。加上暴君的力气大，好像是卡住了，头发都抓了一把下来。安九急忙上前，奴婢帮你。陛下，你能不能坐下？站着奴婢够不着。这小子下手可真狠，头上都被不知道哪里划破出血了。这个李公公也真是，大半夜皇帝睡觉了吧，给他弄个发冠干什么？对此李公公十分冤枉，皇帝确实睡了，可他起来呢，就自己去挑了一个看起来十分贵重的发冠，让李公公给戴上的。可能有点疼，忍一忍啊。安九一点点一点点的将他的发冠弄下来，又用帕子擦干净头上的血。看着他乱糟糟的头发，安九无奈，只能拿了梳子给他梳头发。等到头发终于梳好了，安九才发现暴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跟个暴力小孩似的。暴君被李公公派人带走了，安九这才开始收拾屋子，简单的弄了一下就上了床。安九抱着发冠安心的睡了。
而暴君却在中途醒了过来，吓得李公公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哎呦，陛下！暴君四处看了看，没看到安九，他皱起了眉头。暴君勉强压下心中的烦躁，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转头折返了回去。安九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梦见恐龙活了，追着他咬。他跑了一晚上，因为生物钟的关系，他早早的就醒了。可一睁眼，对上了皇帝那张超级英俊的大帅哥脸。他在床上愣了片刻，看了看自己，还好没被占便宜。安九松了口气，轻手轻脚的下了床。曲姑姑，李公公，救命啊！皇帝怎么跑到我床上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皇帝的尿水一定会杀了我的！哎呀，哎，小九啊，陛下还好吗？他怎么在我床上？哎，昨儿个晚上我们带陛下回去的时候啊，他在半道上醒了，自己去了你房间。安九看着李公公，很想让李公公明白她是个黄花大闺女儿。一个情绪不稳定的暴力男半夜进她房间和她同床共枕，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们不管的吗？陛下不近女色，你不用担心，他可能是一时兴起才去的。安九的心里啊，总算是舒服了点。这有什么？陛下若是看上你，是你的福气。福气给你，要不要啊？安九有点生气，可他到底是个怂货，咬咬牙没吭声。咱家去看看陛下。李公公走了，李公公也没说错。我明白，陛下对你和对别人不一样。安九抬头看他，很想让屈姑姑再找一个做饭好吃的宫女。我刚刚说陛下不近女色，这话是真的。陛下从前很排斥女子，只要他们一靠近，他就会无缘无故地变成暴君的模样。可你来了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乱发脾气了。他只是喜欢吃肉而已，或许可以让御膳房做些肉食过来，他就不会再来找我了。我们何尝不知道陛下馋肉，以前也试过，可陛下一看到肉就会发脾气，这是陛下小时候落下的毛病，我不能说太多。总之，陛下对你很特别，所以，小九，在这深宫里，你我这样的人，都是没有选择的人。我明白了。他这个人呐，别的本事没有，就是特别识时务，能认清形势。好好干，出去也未必见得比宫里好。安九点点头，很顺从的样子。一会儿你去库房把东西领了。是。去库房之前，他遇到了小花三人。某人的龙骨搭好了吗？还不成不知道会有什么惩罚。他看了小花一眼，没理会他，打算离开。走什么？跟我们也说说你那龙骨搭的怎么样了？安九一巴掌打在他手上。你干什么？很疼的。哼！安九冷笑了一声，转身离开了。他轻车熟路地去了库房。刘嬷嬷看到安九来了，什么都没问，拉着他进来，拿了好些东西。这些东西明显不符合一个宫女的用度，老宫女还派了一个库房的小宫女帮着她送东西。屈姑姑对你真好。双雪健谈，一路上都在和安九说话。安九怕说错话，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着。到了，你住这儿啊？麻烦你了。不麻烦，住这里也挺好的，至少清静。你那里更清静吧？库房那可是肥差，看库房的呀都是屈姑姑信任的人。清静是清静，就是太冷清了。刘嬷嬷可严厉了。你怎么会一个人住在这儿？因为我要搭龙骨，住在这里方便。这样啊？那陛下为什么会让你搭龙骨呢？我也不知道。那天陛下可能心情不好，我正站在他面前，他随手一指就指到我了。不知道能不能搭好。若是搭不好，你也别太担心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快过去了。那我也先回去了。你闷了可以来找我玩。送走了霜雪，安九这才松了口气。这个宫里啊，人人好像都没那么简单。他快速地收拾东西，这被子用料扎实，一看就是好东西。这茶壶，这茶杯，这花瓶，安九感觉吧，自己就像是被男人养在外面见不得人的外室。他叹了口气，出门去打今天的第二份工。东西领到了。多谢姑姑。姑姑，
我觉得小花可能发现了什么。我知道了。安九就离开了。至于小花会怎么样，那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皇帝似乎对龙骨极其感兴趣，下午他又来了，安九就急忙站起来，假装很忙的样子。痛。安九一愣，哪里痛啊？朕到底什么时候撞破了脑袋？为什么朕一点都不记得了？朕最近梦游症是不是又犯了？总觉得不太对劲。梦游症？原来他以为他晚上是梦游。不，绝对不是，那个状态可不是梦游，应该是人格分裂了吧？也不对啊，现代医学说的人格分裂，会不会就是鬼上身了？要相信科学。可是怎么解释我上了原主神这回事呢？还是相信鬼神吧，没准皇帝身上的暴君真的是个鬼呢。皇帝待了一会儿就离开，安九看他走的方向不是光华殿，反而像是去库房了。他去库房干什么？奴婢参见陛下。刘嬷嬷呢？奴婢这就去叫。等待的功夫，皇帝四处扫了一眼，总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皇帝朝着一个方向走，越走越熟悉。眼看着他就要往安九的小屋去了，刘嬷嬷回来了。陛下要看点什么？皇帝在库房走走看看，这些东西他没什么感觉，但是有一顶头冠他非常喜欢。这个。皇帝又挑了一块玉佩，还有一只粉中带红的花瓶。皇帝又挑了一些小玩意儿就离开了。陛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准儿陛下转性了呢。说完他笑着走了，看起来心情很不错。霜雪走过来道：干娘，陛下挑选的东西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好些可是女子喜欢的东西。陛下不是不近女色的吗？陛下是天子，后宫佳丽3000，准有一个是陛下喜欢的。霜雪撇撇嘴，眼底闪过一抹不甘。歇了你的心思，再有一次我可保不住你了。是。又忙活了一天，晚上安九去吃饭的时候没看到小花。小花呢？嚼舌根被曲姑姑发现了，打发去外院了。讨厌的人走了，安九很舒心，还多吃了半碗饭。半夜依旧是被人拍醒的。安九一点也不意外的起床，推开踩着他鞋子的暴君，忽然看到暴君手上拿着一个东西。这是什么？暴君递给他。好漂亮啊，给我的。暴君又用鼻孔看人，安九吧，今天看他格外的顺眼。陛下真是善解人意。安九把花瓶摆在桌上，想了想又拿下来。暴君皱了皱眉。为什么拿下来？是不喜欢吗？你会说话呀，我怕你乱发脾气给我砸了。不开心。他才没有乱发脾气呢，明明是安九没等他，不是他的错。不许。什么？不许拿下来。安九觉得自己也是出息了，居然能让8棍子打不出一个字的暴君说这么多的话。真好看呀，越看越好看。对这种粉色的东西毫无抵抗力。不许给我砸了。到底还要看多久？不去做饭了吗？饿，好饿。听着身边幽怨的声音，安九终于舍得挪开眼睛，转身出门，带着暴君去厨房。今天是炒菜，暴君吃了饭，看起来十分满足，眉眼间都温和了几分。暴君今天没有着急走，他看着安九，安九也看他。我想摘花。花？这个时候，只有花房的菊花开得可美。于是安九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暴君抓着胳膊，以一个诡异的姿态跳上了房顶。妈妈，我会飞了！暴君带着他在皇宫的房顶上穿梭，速度快的安九吃了一嘴的风。等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站在了花房门口。安九拍着胸口，双脚发软。这是清宫吗？陛下要选什么花呀？暴君回头看了安九一眼，皇帝大半夜带一个女人来挑花，那关系肯定不一般。老太监笑眯眯地问安九想要什么。挑花眼了，都很好看。老奴帮您挑挑。好。老太监很具审美，他很快摘了一束花过来，造型都摆好了，
插在花瓶里，正好。真好看，谢谢您。哼，皇宫是朕的，他只是个花匠。也谢谢陛下。暴君扭过头，一副很不开心，一点都不想搭理安九的样子。哼，姑娘若是喜欢，说一声，老奴给您送过去。送。哎，奴才遵旨。当暴君再次拎着他快速疾驰在皇宫的房顶上的时候，安九就有种坐过山车和跳楼机的感觉。等终于回到光华殿，安九只觉得腿软眼花。陛下，您库房里好东西是不是特别多呀？哼，安九脸上的贪婪之色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真羡慕你能有那么多宝贝，不像我什么都没有。暴君皱了皱眉，其实没有也没关系，我也不是很在意那些东西。安九不是真的想要暴君的那些东西，只是他看到了暴君身上的玉佩，他想测试一下暴君的脑子有没有问题，傻不傻。暴君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玉佩，可他没动，又看了看花瓶，表示今天他已经给过报酬了，你再要啊就是贪心了。看来暴君只是看起来不聪明，其实精着呢。这让安九想到了白天的皇帝，800个心眼子的皇帝。安九本来还想说什么呢，可是皇帝一头栽倒在地了。还是熟悉的流程，然而这一次还是半路，暴君又醒来了。他冷冷地看了李公公一眼，就转身走了。李公公吓得腿软。哎呦，陛下最近是怎么回事？屈姑姑也皱了皱眉。比起白天的皇帝，他们当然更希望眼前的这个彻底的消失。以前他只是晚上醒来满皇宫的跑，有一次发现了一对对食的宫女太监，当场就被他砍死了。尽管捂住了这件事儿，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大家不知道是皇帝杀了人，最后只传皇宫闹鬼。又有一次，有个妃子耐不住寂寞和侍卫偷情，结果就是一样的结果。第二天，闹鬼的传言被坐实了一样，那时候走到哪里都是人心惶惶。一到晚上，还有人发现皇宫里飘着一个行踪不定的鬼影。我倒觉得是好事，你没发现，毕竟最近都没发脾气了。可陛下以前也没有半夜醒来的情况啊。那要不找姜太医来看看？李公公点点头。他们虽然心里都觉得皇帝被鬼上身了，可是明面上还是说皇帝得了梦游症。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喜欢。看了没多久，房门忽然开了，他和进门的暴君四目相对。你怎么又回来了？暴君皱眉看他，那个眼神有占有欲。安九愣了一下，他还没天真到以为皇帝会喜欢上他，可为什么会有占有欲呢？不乖，不给他东西了。安九忽然福至心灵，我去，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他养的狗了？给一根骨头就会对着他摇尾巴的那种狗。陛下要睡觉吗？不嫌弃的话可以睡在那儿。皇帝看了看那张床，屈姑姑放话了，他那天就没客气，领了2套被褥，正好给暴君用上了。暴君终于满意了，他走过来张开了胳膊。安九愣了足足10秒钟，他也没明白这是要干什么呀？是要来个睡前拥抱吗？衣服。哦，安九终于明白了，可真会当大爷呀！而且暴君什么毛病？既然把我当宠物了，怎么还和宠物睡？这不是就相当于睡在狗窝旁边了吗？安九被自己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的比喻都弄得有点想笑。皇帝舒服的睡了。李公公，陛下既然已经睡了，就让他这么睡吧，啊，不然吵醒了他，说不定会砍瓜切菜呢。听听，这是人话吗？你们怕皇帝发飙，我就不怕吗？屈姑姑往他手里塞了一锭银子。你照顾陛下也辛苦了，这点银子拿着吧。安九摸着银子，手感比摸着帅哥的腹肌还要好。姑姑，这不好吧？照顾陛下是我应该做的。两人推脱了一番，安九半推半就的拿了银子，也没什么可说的，转身回屋子去了。翌日，安九醒来的时候，暴君已经不见了，他的衣服也不见了，不知道是他自己走的，还是李公公他们把他弄走了。阴沉沉了一白天，晚上下了雨。唉，我还想晒桃干呢。
也不知道明日请不请。暴君来了，进门就示意安九他饿了。安九打了个哈欠，穿上鞋跟着他出门。他今天不想动了，就给暴君简单做了个酸菜鱼。暴君就喜欢这种又麻又辣的东西，他吃得很高兴。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请？安九自顾自地说。暴君沉迷吃饭，根本就没理会他。天也开始冷了，他有点想家了。这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怪人。暴君吃光了饭，抬头看他。说起来，来这个世界最熟悉的人还是暴君，虽然脾气有点怪。还要米饭吗？暴君点点头。安九将锅里的锅巴都给他了。你这么能吃，肚子不会不舒服吗？暴君没理。我也想我妈做的饭了。暴君没理。我想回家。越想就越难过。下雨天似乎很能勾起人脆弱的情绪。安九刚想哭，一抬头发现暴君不吃饭了。怎么了？有点想打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又说错话了。暴君还看他。又怎么了？他很想指着自己的脖子告诉暴君，有种往这儿砍呢，别总吓唬人。可他没敢。不许！什么不许？不许！不许！安九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捞起，冲入了大雨中。你奶奶的，你去死吧，死变态暴君！安九在心里疯狂的骂呀，冷冷的冰雨在他身上胡乱的拍呀，给安九拍得身心拔凉拔凉的，一直到了一处像冷宫一样黑漆漆的宫殿。你要干什么？不会要在这杀了我吧？救命！他熟练的点了灯，安九这一下看清楚了，这是什么地方？家。这是你的家？这是你以前住的地方？家。我们来这儿做什么？话说这里好冷。家。哦，安九懂了，刚刚自己说想回家，人家就把他带家了。以前你住在这儿？和谁？总不能小皇子一个人住吧？听说太后不是他亲娘。母妃去了很远的地方。他有点烦躁的在地上走了好几圈。不回来看我！安九愣了片刻，快速思索暴君的话。一般成年人说不出这样的话，猜测暴君是皇帝的另一个人格。那么这个暴君难道是皇帝小时候？一抬头就看见暴君正凉凉地看着自己。母妃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他去找你父皇了吧？人家是夫妻，夫妻两个就是要在一起的。小孩子长大了都要离开父母。离开？你看，我也离开父母了。我想他。这一刻，打工人狗奴才安九忽然有点同情拥有万里江山无上权力的皇帝了。他在天上看着你呢。暴君抬头看了看天，又去看安九。你也欺骗朕啊？你自己找骗，怪谁？我……你敢骗朕？他说什么了？他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熊孩子。我哪里骗你了？你去过天上？没有。既然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母妃就不在天上看着你？暴君迟疑了。安九趁热打铁。你母妃若是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凶的对待一个弱女子，一定不会高兴，然后再也不回来看他儿子了。暴君急忙后退了3步，拉开和安九的距离。安九心中一喜，看来这么说是有用的。我好冷，我若是病了，你就没饭吃。暴君的眼中出现了几分惊恐。倒也不用这样，快送我回去。不。外面又打雷了，暴君又开始焦躁。他往门口看了看。你怎么了？安九觉得他不太对，好像他害怕打雷，或者说打雷的时候门口有什么东西。你怎么了？暴君又往门口看。当再次打雷的时候，他快速地跑到床底下藏了起来。安九还没反应过来，
暴君又爬出来，拉着他一起躲在了床底下。床底下很干净，一点灰尘都没有。安九猜测他经常躲在这里。真是够了，说好的不近女色呢？安九想了一会儿，忽然领悟了。他在暴君的眼里不算女人，顶多算是个宠物。又一声炸雷，暴君忽然浑身紧绷的再次看向了门口。门口到底有什么呀？你不要这么吓人好不好？门开了，一道闪电划过，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门口。进了水的鞋踩在地上，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床下人的角度只能看到一双黑色的靴子，一把散发着冷光的巨大砍刀。安九感觉到暴君的呼吸急促，似乎很紧张，他眼神惊恐地盯着外面。安九也看，却是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了？暴君目光呆滞，整个人一动不动。安九拍拍他的脸，他也毫无反应。安九急忙从床下爬出来，还将暴君也拉了出来。你怎么样？你可不能死！安九拍他的脸，掐他的人中，折腾了半晌都无济于事。好在这个时候门开了。快来，他不太对劲。暗卫们显然并不惊讶，上来就将暴君抬走了。不是，牛马的命也是命啊！外面瓢泼大雨，电闪雷鸣，屋子里鬼气森森。安九想了想，还是待在这里等明天再回去也不迟。现在跑出去被巡逻的侍卫发现了也不好解释，还要淋雨。唉，叹了口气，安九窝在床上。他发现这张床上有很多的划痕，像是为了计算时间的，大概有几百条，密密麻麻。想来之前，安九从床上跳了下来。暴君的娘叫什么来着？纯妃。这张床是纯妃的，这个房间很可能是纯妃横死的地方。凶宅，刚刚还骗暴君说他母妃在天上看着他，会不会纯妃的鬼魂真的在屋子里看着我？现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安就觉得四周凉飕飕的，越想越恐怖，越想越吓人。安就犹豫着要不要离开的时候，门忽然开了。安九发出一阵阵的惨叫，倒是给来的人也吓了一跳。小九，原来是你啊！李记，你怎么来了？李公公说你过来拿东西的时候被困在这儿，让我过来接你。李记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大半夜的，小九是什么时候来的？安九瞬间秒懂了李公公的意思。我下午就来了，一直找不到，就怕回去被骂，才耽搁了。那东西找到了吗？安九顺手拿了床上的小被子。陛下要的。我们快走吧，路上好多水。好。麻烦你了。本来今天就是我守夜。哦。你好像很怕麻烦别人。是的，安九就是个不喜欢社交且害怕麻烦别人的人。他点点头。唉，你还是个小姑娘呢，小姑娘可以脆弱一点。安九抬头定定地看着他，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顺着安九的脸颊落下来。李记掏出帕子给他，安九擦了擦脸，低着头默默地走。从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就一直过得提心吊胆，要应付这个应付那个的。你和我家中妹妹差不多大，虽然，哎呀，以后若是有事可以来找我。安九闷闷地点了点头。许多年后，安九一直记得这个夜晚，记得一个叫李记的侍卫给他的第一份温暖和善意。回到光华殿，小福子便跑过来。小九，李公公让你去一趟，应该是询问今天的情况。也不差这一会儿，让小九去换件衣服吧，别染上风痕了。嗨，你看我这没眼力见的样子，小九，你快去吧。安九回头看了一眼，李记对他笑了笑。去吧。安九快步走了，换了衣服，带着皇帝的阿贝贝到了光华殿。怎么把他带来了？刚刚李侍卫问我是拿什么东西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徐姑姑没再说什么，接过了被子。你叫什么名字？小九。小九。我问的是你的本名，就是没进宫之前的名字。安九。安九。你的老家在哪里？文瑶县。
我云游的时候路过那里，那里的香瓜很好吃。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为什么进宫啊？原主记忆里关于家的不多，只记得很穷。后来有一年闹饥荒，他和家里人走散了，就被人牙子卖了，最终稀里糊涂的进了宫。可是进宫之后的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完全没有印象了。面对江太医，他也是一样的回答。那就是说，吴从找起了。安九觉得他这话听着不怀好意。在下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他对你这么特别？那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我能听到暴君的心声，他觉得我亲切？既然是因为饭食，那你也给我做一份吧。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你说呢？你是魔鬼吗？老子累了一天半夜了，给暴君做饭还不够，还要给你做。说起来，今天的小费暴君还没给我呢。安九没吭声，这是无声的反抗。江太医笑了下，那就明天吧。安九终于能回去睡觉了。不得不说，古代的工匠们有2把刷子，都搭了差不多一半了。这个真的是龙吗？有可能啊，古代神仙那么多，他们的坐骑也多，什么样子的都有。那岂不是发现了上古的神兽？龙也是上古神兽？那必须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神仙会骑这种东西。嗨，小九。福公公。哎，陛下醒了，李公公让你过去呢。安九是真的一点儿也不想去面对狗皇帝，谁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想起昨晚的事儿而杀了他呀？皇帝染了风寒，很虚弱的坐在床上。安九一来，皇帝就看他。看我做什么？难道是想起什么来了？江太医说这个宫女很特别，让朕带在身边。这到底哪里特别了？陛下，小九来了。长得也不好看，个子也不高，还不够聪明。狗皇帝，你有点过分了。李公公见皇帝不说话，于是问：陛下，小九还负责搭龙骨吗？不用，以后他还会内殿伺候。皇帝说完，似乎想到了什么，极其不情愿地说：贴身伺候。啥？贴身伺候？怎么个贴身法？我要给他倒夜壶吧。李公公给他使了个眼色，安九还得跪下谢恩。皇帝看他那蠢样就堵得慌，他气呼呼地躺下了。江太医也真是，话又说不明白，到底哪里特别？皇帝又看了安九一眼，嫌弃的转过头睡觉去了。安九真想翻白眼啊！皇帝没多久就睡着了，安九这才脱身出来。李公公，贴身伺候是怎么伺候啊？倒夜壶也不是不能忍受，可怕倒错了。哎，等等，皇帝晚上是暴君啊，暴君不会自己尿吗？哪里需要我倒？哎，回神了。贴身伺候就是要时时刻刻守着陛下，陛下渴了要给他喝水，陛下饿了要给他吃饭，冷了要加衣，热了要换薄衣。李公公巴拉巴拉地说，安九用心地记了下来。哎呀，陛下信任的人不多，像是小秋、小冬，他们连陛下的身都进不了。唉，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忽然选中要登台表演的猴子。李公公说完了话，就让安九进去伺候。安九靠着柱子走神儿。安九吓了一跳，刚要说什么，就意识到了不对，这不是皇帝，这是暴君。奴婢这就让人准备饭菜。送饭的是李公公和小福子，两个人一进门也意识到了不对，这是那个……两人脸色苍白，放下饭菜就退了出去。你们是真狗！安九以为的伺候吃饭就是把饭放在桌上，然后暴君自己吃。可暴君不是生病了吗？所以他不想自己吃，他坐着没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安九。这又是怎么了？对了，这饭菜试毒了没有？该说不说，这御膳房厨子做的素菜呀是真好吃，可暴君还盯着他。安九以为他嫌清淡，便温声说：陛下生病了，还是吃些清淡的好。这是没说到心坎上。那你有什么要求你倒是说呀，你长了嘴是干什么的？只剩炫饭了是吗？总不能让我喂你吧？安九这么想着，忽然福至心灵。不是吧，我不想喂他。眼看着就不耐烦了，安九闭了闭眼，拿起了勺子，
一勺子接一勺子，很快一碗粥就没了。暴君当然没吃饱，可是安九不想喂了。陛下生病了不能吃太饱。暴君狐疑地看着他，安九脸不红心不跳的继续说：“您若是还不睡觉，一会儿姜太医来了就要吃药了，药很苦的。”暴君显然很怕吃药，于是他乖乖地上床睡了。安九收拾了东西，一出来，还是你有办法。姜太医，他应该是来了有段时间了，一直在门口看他和暴君相处。安九给姜太医让开了路，姜太医却没有去看皇帝。陛下身子还不错，这次就是个小风寒，不会有事。这时候小夏子来了，说是花房送了花来，给皇上的。是。陛下喜欢花？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安九不敢冒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安九说了花房那天的具体情况。真上心啊，看来他对你确实很特别。好在姜太医没说要安九给他做饭吃，而是说要去看看龙骨。这时候曲姑姑终于回来了。怎么不进去？陛下在睡觉。曲姑姑将他拉到一边，说起了昨晚的事。那是锦绣宫，以前纯妃娘娘住的地方。纯妃娘娘在陛下8岁的时候被人害了，那之后陛下就失忆了，也想不起凶手是谁。后来他成了太子，又做了皇上。谁也不知道纯妃被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而且他们认为皇帝忘记了其实也挺好的。可谁知道陛下登基后一开始还是很勤政，人人都说他是个好皇帝，谁也没想到他会忽然暴起杀人。当时有个大臣提起要他立皇后，皇帝就有点烦躁。那个大臣一直说，后来就成了一群大臣一起说，皇帝却忽然从龙椅上下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一刀捅死了那个说话的大臣。所有人都愣住了，也吓坏了。皇帝却杀红了眼，转头看向另外几个说话的人。皇帝又杀了一个，捅伤一个，侍卫们也不敢拦着，谁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呀？眼看着事情就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皇帝忽然就晕倒了。醒来后，陛下就忘记了所有他杀人的事儿。自那天后，陛下就会偶尔失控，但是过后他都忘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光华殿3天2头的死人，尽管藏着掖着，可是谣言却越来越多。就在曲姑姑他们都要绝望的时候，安九出现了。他觉得安九就是来救皇帝的。自从安九出现，皇帝的情绪稳定了太多了。小娇，女人这一辈子跟谁不是跟啊？陛下是这天下最厉害最尊贵的男子了，你跟着他不会错的。他希望安九和皇帝在一起是真心实意的，而不是带着算计。说白了，他希望安九可以爱皇帝。真心从来都是这世上最难求的东西。他是什么东西？什么身份啊？爱皇帝，最是无情帝王家。可是有些事并不是你想不想就能不做的。姑姑，您的话奴婢记下了，奴婢一定好好侍奉陛下。今日您对奴婢说的话，奴婢也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小娇，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姑娘。能不聪明吗？不聪明的早死了。皇帝醒了，他渴了，但是没看到伺候他的宫女。他认为安九既不聪明也不机灵，他就不明白了，这女人到底哪里特别了？哼，看吧，他把我忘了。不久前就在这张桌子前，他还让我喂他吃饭来着。现在他就把我忘了，素的堪比提上裤子不认人的渣男。曲姑姑还让我爱他，呵呵。安九心中冷笑，爱上他以后，晚上2个人睡一觉。白天皇帝醒来，会不会觉得是安九爬了他的床，给他一刀砍了？安九被自己这个想法逗笑了，一抬头就发现皇帝正在看着他，用那种看白痴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咋了这是？这又咋了？就不能正常一点点吗？陛下有事吗？皇帝都无力吐槽了。真渴了。安九急忙去给他倒水。皇帝喝了，他睡了半天一点都不困，便想着出去走走透透气。安九又手忙脚乱地伺候他穿衣服。烦死了，白痴笨蛋，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特别白痴。他越吐槽，安九就越慌，最后他干脆放弃了，准备叫李公公他们进来。这都做不好，往后都要叫李公公他们来吗？
安九觉得呀，屈姑姑就是戴着青麻滤镜的。这个皇帝明明是世上最龟毛、最难伺候的人了。还有那个傻叉的姜太医，他到底要搞什么呀？谁特别了？他看他呀，就特别傻叉。哼，还敢给朕甩脸子，朕要……还是先问问姜生。说曹操，曹操就到。就在两个人僵持的时候，李公公来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皇帝凌乱的衣衫，然后是安九头上的汗水、微红的脸，以及有些乱了的头发。好像哪里对了，好像哪里又不对。陛下，姜太医来给您请平安脉。让他进来。姜太医进来了。陛下，这是……哼，特别的人可真特别，连件衣服也穿不好。是我不想穿好的吗？谁他奶奶的知道一个快20岁的男人了，还要别人给他穿衣服？那请问皇帝陛下，每天谁给你擦屁股啊？皇帝尊贵的手能干这脏活吗？而且那是什么鬼衣服啊，复杂的要死，谁知道要怎么穿？小九也是第一次，不懂很正常。狗东西，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在开黄腔。哼，还杵在这做什么？不知道要倒水。安九听到了，但是他假装不知道，没听到，还是李公公去倒了水。皇帝似乎和姜太医有话要说，于是安九终于能出来了。他想，他是不可能爱上皇帝的，永远都不会。小九，你回光华殿伺候了？今天回来的。李记也笑着点点头，不好和安九多说什么。于是安九找了个地方站着，等着姜太医走后再去伺候皇帝。而大殿内，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我说了，他对你很特别。哼，朕是傻子吗？我说真的，那个你对他很特别。什么意思？你还梦游做梦吗？很模糊，朕总觉得自己身临其境，可是醒来后却只记得一点模糊的影子。或许根本就不是梦游。外面太阳一点点下去，安九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站着，偶尔会和李记对视，他会对李记笑一笑。宫中有个认识的人，感觉也挺好的。而大殿内，皇帝站了起来，他脸色阴沉的在地上走了几圈。表哥，我不会骗你的，我感觉他像你，但是又不全像你，他其实就是你，准确的说，17岁时候的你。不过姜太医感觉他和安九相处的时候，并不像一个7岁的孩子，而是更大一些，却又没有完全成熟。他在成长。皇帝到底是皇帝，他很聪明，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他坐着，静静地听着姜太医讲述另一个自己这些年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明明头一天很饿，第二天就感觉饱饱的；明明自己没喝水，却一次次的起夜；还有身上那些莫名其妙出现的伤口。安九再次被叫了进去，他安静地站着，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那个人真的对这个小宫女很特别吗？安九十分惊讶，皇帝知道了，那个姜太医果然挺厉害的。为什么对她特别？她身上有什么？朕得好好的查一查这个女人，也许是别人派来的奸细。朕每天吃她做的饭，难道是她给朕下了药不成？你可真是想多了。同时，安九感觉到了危险。皇帝知道有另外一个人格，他会怎么做？皇帝叫了一个暗卫出来，反正都已经暴露了，他也不怕在安九面前暴露太多。去查一查这个宫女。听到皇帝的话，小哥没有丝毫犹豫的就离开了。安九咽了咽口水，和皇帝四目相对。哼，朕都知道了，诡计多端的女人。安九呆呆的，实在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朕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骗了那个蠢货，不过自己骂自己的还是第一次见啊。你最好老实点，不要耍花招，不然江生最好赶紧想个办法，朕可不想有人用朕的身体再去干蠢事了。陛下放心，奴婢明白。皇帝终于满意一点了。中午吃了饭，他就准备去藏书阁看看，找一找有没有线索，可什么都找不到，一无所获。皇帝心情当然不好。出来的时候，他又看了安九一眼，给安九看得心惊肉跳。好不容易挨到了下班，安九欢快的要走，
哼，朕让你走了吗？这一声啊，不亚于下班时被老板叫住。皇帝冷笑，对李公公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净身伺候吗？”李公公给安九说了下净身伺候的规矩，比如给皇帝穿衣，伺候他起夜，其中前提就是安九要睡在皇帝的寝宫。啊？怎么睡？小九啊，咱们可是奴才，奴才是伺候主子的。言下之意，不能睡觉。当然，你若是有本事，也是能睡的。怎么睡？李公公指了指皇帝的床。皇帝这时候正好抬头往这边看，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安九忙说：“站着其实也挺好的，马都是站着睡觉的，奴婢也可以。死都不会和皇帝睡一张床。”皇帝一口水呀，不知道是不是喝太急了，忽然猛烈的咳嗽起来。李公公一个眼色，安九忙跑过去给皇帝倒了一杯水。皇帝咳了半天才缓过来。不是说皇帝都喜怒不形于色的吗？这个家伙怎么回事啊？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御膳房送来了草料。皇帝看了两眼，嫌弃的表情啊，隔着老远安九都能看出来。真是不公平，凭什么受累操劳的是朕，吃香的喝辣的就是那个家伙？他这么一说，还真是。皇帝每日早起上朝，面对那些心思各异的老臣，还要处理政事，确实也算是受累了，还得吃草料。可暴君呢，只是睡一觉起来吃顿好的，就可以继续睡了。皇帝抬头看了安九一眼，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吃什么。那真是太多了，可惜你吃不到。让你叫我加班，简直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猪把皮都比你强。好饿。皇帝的肚子叫了一声，他摸着肚子看了看面前的草，又看了看安九，忽然就好像明白为什么那个家伙喜欢安九了。对于一个头脑简单的蠢家伙来说，能让他吃饱的呀，就是他的大恩人了。你做饭好吃吗？安九摇头，又在皇帝冷冷的目光中点了点头。现在去做，朕饿了。安九十分的惊讶，皇帝是个饿死都不会说的人，相当的克制。可是今天怎么了这是？反正也丢尽了脸，不在乎多这一次了。等朕的病好了，就割了这个女人的舌头，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真是个狗皇帝。陛下要吃什么？皇帝看他想吃肉，可是现在安九还不敢给他吃，怕他暴走。奴婢很擅长做鱼。那还不快去？安九急忙出来了。你怎么出来了？哦，陛下要吃鱼。这个时间是那位要吃吗？是陛下要吃。还是小九儿有办法。安九懒得解释皇帝是破罐子破摔，也懒得解释皇帝过后还要杀人灭口这件事儿。饭也很快就好了。李公公伺候皇帝吃饭，安九找了个地方暂时休息一下。再这么站下去啊，他得累死过去。狗皇帝真是不当人啊。不过这个皇帝吃饱了，暴君还会不会出现了？安九是希望他出现的，若是他不出现，就证明皇帝病好了，病好了他就没用了，没用了就只能去死了。不知道死后能不能回原来的世界，万一不能，唉，看来还是得想个万全之策。怎么样才能在暴君不出现后，还能让皇帝觉得我有用而不杀我呢？小九，李大哥，你这是要回家吗？啊，我明天回。你怎么还没回去休息啊？陛下在吃饭呢。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可以带进来。可以，只是价格要贵一些。有些宫女和不受宠的妃子还会带自己做的绣品出去卖，这都是默认的。今天太晚了，我想想。好，那我先走了。好。安九开心极了，心里还在盘算明日要买什么。安九想得正开心，一回头就看见了李公公和嘴唇都被辣红了的皇帝。他们两个站在这儿不知道多久了。陛下，下跪已经成了安九的本能。他想得买点棉花和布做个护膝啥的。陛下想出去走走。今夜不算冷，空气中有股凉凉的味道，很好闻。安九好久没像现在这样出来走走了。他低着头，心情似乎很不错。直到捂着鼻子的安九很快反应过来，他忙向旁边看，
只见皇帝、李公公还有小福子都有那种难以言说的表情看着他。他想着要怎么办的时候，听到了尖叫鸡的声音。安九捂着鼻子，面无表情。太好笑了，真是服了。真知道那个蠢货为什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了。老天爷啊，实在是太好笑了。小九，怎么笨手笨脚的？快跟上！安九舒了口气，跟上了队伍。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的小福子手里的灯笼也是一抖一抖的。呵呵，笑吧，都笑吧。皇帝消了神儿，终于安生的上床睡了。真是老天爷不开眼，别人都还有个轮班，我怎么就要连轴转了？一想到以后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安九就觉得人生无望。安九迷迷糊糊的，都快睡着了。忽然看见皇帝起来了，他刚想问皇帝要什么，就见皇帝走到一旁，熟练的解开腰带，掏出……安九服了呀！她是个清纯的黄花大闺女，从未见过如此夸张的场面。她默默地转过头，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然而，皇帝还是看见她了。他怎么会在这儿？李德福呢？人的脸都丢尽了！真要杀了他，剜了他的眼睛！安九面无表情地听着，确定眼前这个还是皇帝。可是，不是你让我来的吗？你现在叫什么？真正受到惊吓的是我，好不啦？再说，你从小到大都被人伺候，谁知道你被多少人看过了？你又在这装什么纯情少男？安九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白眼，直到尖叫鸡的声音停了。他看到皇帝面无表情，十分冷淡地说：“你出去。”是。安九脚步欢快地离开了。真好，暴君吃饱了，皇帝也醒了，今晚他能睡个好觉了。李公公，陛下让您进去。啊。李公公点点头，进了大殿。安九舒了口气，脚步轻快地去了自己的小屋。哎呀，果然幸福是要比较的。刚来的时候呀，他可不觉得能睡个好觉就是幸福。安九睡着了，他还做了个美梦，直到被人拍醒。陛下要吃饭吗？白天吃了那么多，再吃该给撑死了吧？果然，暴君摇了摇头，他一点都不饿。不吃饭来找我做什么？我就不能睡个安生觉吗？白天晚上折磨我，我是人不是牛马。再说，牛马也要睡觉的。暴君对安九的怨气一无所知，他只是疑惑地盯着安九。陛下还想吃点什么？当然不是。暴君一脸不爽，然后他看了看桌上的花瓶，以及花瓶里快要枯萎的花。安九明白了，要去摘花。安九只能起来穿好衣服，跟个神经病一样被暴君拎起来，跨越重重宫殿，最终到了花房。哎呦，陛下来得正好，昨儿个刚开的花。讲道理，安九看着这么多好看的花儿，是真的舍不得摘。他一整天都在上班，也见不着，还不如让这些花儿就这么长着。他刚要开口，就看见暴君暴力地扯了几朵花，那几朵格外的漂亮，一看就价值不菲。看到老太监的脸颊呀，都在心疼地抽动。陛下，够了，这些花够了，剩下的长在花盆里最好。暴君果然没有再摘了，安九松了口气。老太监看安九的眼神呐，就像是在看救命恩人。临走时，老太监还送了安九一盆花，听说开了是小雏菊，安九非常喜欢。哼，我摘的不喜欢，老太监给的倒是喜欢的不行。陛下摘的我也很喜欢。从花房出来，暴君带他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宫殿，来这里做什么？哎呀，宝贝儿，想死我了！安九瞪大了眼睛，只见一男一女抱在一起，两个人干柴烈火，很快就在小林子里办起了事儿。这是孙答应和狂徒啊！这天也不热了，这地方拖成这样不冷吗？还有暴君，他是怎么回事？真有闲情。然而下一秒，皇帝忽然站起来，还拔出了腰间的刀。干什么？安九下意识地拉了他一把，暴
暴君转头红着眼睛看他，眼中翻滚着汹涌的杀意。安九被吓得头皮发麻，他觉得下一秒他自己都要人头落地了，可是拉都拉了，不要杀人。暴君却对着他举起了刀。妈妈救我！不要杀我！安九拉住了他的手，暴君就真的不动了，只盯着安九和他抓在一起的手看。安九听到了他的心声，他说了什么？安九没听清。暴君扯出手，像个鬼影一样到了那对男女身边，手起刀落。不知道为什么，隔着这么远，安九就是能清楚地听到刀剑刺入皮肉的声音。这让安九再一次想起了他穿来的第一天，那个因为勾引皇帝被刺死的宫女。安九病了，从那个地方回来之后，他就反复地做一个噩梦，梦到暴君杀人。饶命啊！饶命啊！啊！他发了高烧，他感觉有人来了，似乎有人说话，可是他听不到。他想自己可能会死，因为原主就是这样被吓死的。或许我死了就能回到自己的世界了，不用再提心吊胆，不用再小心翼翼地讨好皇帝和暴君，也不用再给人为奴为婢。怎么样了？就是受到了惊吓。那2个人处理了吗？陛下直接将人捅死了。屈姑姑查过，那2个人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那宫女被一个老太监看上了，将她偷偷的收了，成日的殴打虐待。侍卫呢也是看不下去了，偶尔关心了一下，2个人就混在了一起。谁知道这事儿就被皇上给看到了。宫里这种事儿也不是没有，虽然明令禁止，可身功高强，人被困在其中，难免寂寞孤苦，都是相互慰藉罢了。可规矩就是规矩，犯了被抓了就得死。这小宫女胆子也太小了些。她只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罢了。确实是小姑娘。怕是以后小九都要躲皇帝躲得远远的了，还以为小九能阻止表哥发狂呢。表哥杀了那2个人，却没有动小九，说明他还是在意小九的。姜太医的话让屈姑姑陷入了沉默，恐怕小九会有心结。表哥是皇上，凡他所求，必然会得偿所愿。小九只是一个小宫女，在这宫里，碾死她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得让他知道，他怕的是皇上，可他能依靠的也只有皇上。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待在表哥身边。屈姑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口。安九就这么睡了醒，醒了睡，时间好像无限漫长，又好像转瞬即逝。等安九再次睁开眼，看到了熟悉的房顶和明媚的阳光，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一个音来。醒了。安九也没客气，给我倒杯水。姜太医愣了一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安九喝了。我饿了。你真是个特别的姑娘。安九心中冷笑，他这个夸奖呀，和逗猫狗没有区别。他懒得和他争辩，既然回不去，死不了，那还不如好好的活着。哎呀，活一天算一天吧。我一个小小的宫女，能让皇帝的御用太医来看病，可见在他们眼里我还是有用的。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利用这份特殊，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安九吃了2大碗粥，这才放下筷子。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浑身酸疼，可能是前些天太劳累了。你这些天确实很辛苦。皇上呢？上朝去了，这会儿应该回来了。也就是说，发疯的还是暴君，和狗皇帝没有一点关系，而且很可能狗皇帝完全不记得这件事。那2个人死了，左右他们该死，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我没放在心上，旁人的死活与我何干？你能这么想最好。我要休息了。姜太医看了他一眼，离开了。光华殿，皇帝进门之后，先看了一眼小秋和小东，微微皱眉，看了一会儿奏折，他又看了一眼小秋和小东，给2个小宫女看的头发都要炸了，皇帝才收回了视线。李公公眼观鼻，鼻观心，忽然就明白皇帝的意思了。小九没来，据说是病了，也是，前段时间那么辛苦，后来又受了惊吓。只是皇上是真的在乎小九。陛下，听工匠说龙骨已经搭好了，你要去看看吗？
皇帝果然来了兴致，你们2个就留在这儿。是。龙骨果然是达成了，不过怎么看都不像龙。皇帝越看这东西越古怪。没答错。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工匠们诚惶诚恐。回陛下，没答错，都是按照小九姑娘给的图搭的。她给的图纸。工匠将图纸拿了出来，皇帝看了看，确实没错。难道呆头鹅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龙。皇帝越看越不像龙，这家伙好像是站起来的大蜥蜴啊！陛下，小九姑娘说，这或许是上古时候哪位神仙的坐骑。皇帝一想也是，上古的神话故事里各种奇怪的坐骑都有。这么说来，眼前的怪东西说不定还真是。他安心了。皇帝看完了龙骨，就准备回去了。李公公忽然说：“小九的屋子就在那边，龙骨搭好了，不知道他用不用搬啊？”皇帝脚步一顿，回头看了一眼身后不远处那间小屋子。他是什么毛病？怎么还没好？李公公知道皇帝忘记了杀人的事儿，反正之前也说开了，他就一股脑的说了。皇帝惊讶的看着李公公，十分无辜。胡说，朕怎么可能随便杀人？他要动手也是让别人动手。李公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吓着了？姜太医是这么说的。胆子也太小了些。不过他也没去看安九，他是皇帝，能问这么几句啊，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安九在屋子里啊，待得都快发霉了，出来转转，就听到几个小宫女在议论：“听说了吗？狩猎呀，陛下每年都会带人去的，听说很好玩。不知道这次咱们能不能去？”哎呀，咱们就算了吧，陛下带的不都是他身边伺候的那些人吗？好想去，这可是难得能出宫的机会呢。后宫的嫔妃们也都准备着呢，都想跟着去。安九听了一耳朵，心中也对秋猎产生了好奇。皇帝这个病不能吃肉，其实是表象。安九觉得他应该是童年时候受过什么刺激，或者见过极其血腥的场面。总之，他看到那些生肉啊什么的就会发病。那么秋猎都是要捕猎动物的，场面一定更加血腥。皇帝不会发疯吗？恢复的怎么样了？奴婢已经好了，明日就可以去光华殿伺候。小九，薛姑姑似乎想让安九想开点。奴婢能看开，也知道轻重，姑姑不必担心。薛姑姑松了口气，陛下他只是病了，这次秋猎你也一起去。或许他可以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逃走。就算不能，出去散散心也挺好的了。姑姑，陛下这次会带嫔妃吗？会。既然皇帝不喜欢这些妃嫔，这些妃嫔的存在还可能会让皇帝暴走，那为什么还要带着他们呢？前朝后宫都是有联系的，陛下登基也没几年，根基不稳，他如今没立皇后，也没子嗣，他还不愿意去后宫，这些更让朝臣们不满。这次出去带几个妃子，就是为了给外人，给朝臣们看的。原来是这样，也可怜后宫的妃子们，就跟嫁了一个不行的老公似的，有苦也说不出。那奴婢需要准备些什么？薛姑姑告诉他要准备厚衣服，因为野外可冷了，还要准备好穿的鞋子。野外的路啊，宫里做的鞋子可穿不成。那岂不是要穿那种短靴吗？大家都是自己做，现在来不及了。你可以去问问别人，有没有做好要卖的。听说你病了，现在怎么样？就是风寒，已经好了。李记盯着他的脸，愣了一下，耳朵有些泛红，但是安九没发现。对了，李大哥，之前你说可以从国外买东西是吗？你要买什么？正好我今日要回家，明日就能给你带过来。安九要买的也不多，他列了个单子。你会写字？会一点，不过有几个错了。这个时代的字和后世完全不同，安九是对照着学的，没想到还写错了。我最近在学习写字。写字是好事。两人聊着天，丝毫没有注意到角落里一双怨毒的眼睛已经盯着他们好久了。敢使绊子暗中害我，你给我等着！小花儿因为回去的晚了，被管事婆子一通数落。哟，还当自己是御前伺候的大宫女呢？这些衣服今天都给我洗干净，不然不许吃饭。管事婆子走了，小花抱着衣服去洗，却还被同样干活的宫女们挤兑。她一肚子气，哼！等她举报小九那个贱人立功了，
屈姑姑一定会让她回御前伺候。真羡慕光华殿的大宫女，一定能跟着去。听说山上可好玩了。就是啊，咱们是没机会了，还是安心干活吧。小花听着听着，脑子里就开始想象着，她还在光华殿干活的话，这回就一定能跟着去了。越想越难受，干脆衣服也不洗了，找了个借口溜出去，去了前殿。小花咬咬牙，狠狠心，给了守门的太监一点银子，小太监才放她进去。快点啊，被发现了我可保不住你。不用你保。哼，这些宫女就是心高气傲，都是奴才，还分个高低贵贱了。小花进了前殿，顿时感觉这哪儿都好。她也是运气好，正好遇到了出来吃饭的小秋。小秋看到她有些嫌弃，但嘲讽两句还是挺爽的。哎，这不是小花吗？我听说你去外院了，你这怎么来这儿了？小秋姐姐，我来看看，顺便有件事想和你说。什么事儿啊？不请我去屋子里说。哎，我这一会儿还得要回去呢，你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了吧啊。小花咬了咬牙，眼中闪过一丝不悦。这次秋猎，姐姐去吗？自然是去的呀。小声在她耳边说了什么。你说真的？自然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小九，看你这次还怎么脱身。小秋垂下眼眸，她一直想成为屈姑姑的心腹，却都被小九抢了先。同样是大宫女中的那个小东，她是喜欢李记的。安九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夜幕要降临，也就是说那个杀人凶手很快就要来了。暴君似乎也没有想到今天的安九居然还没睡觉，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安九浑身一寒，而暴君却没什么反应，就好像将杀人的事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者说杀人对他来说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情，都不值得他记住。很好，果然是暴君。安静的夜里，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厨房。安九熟练的做饭，暴君熟练的吃饭。他今天大概是真的没吃饱，吃了很多。最后放下碗筷的时候，脸上还有几分意犹未尽。安九等着他回去睡觉，自己也好回去睡觉。可暴君不，他随手丢过来一只玉簪。这是干什么？逗猫逗狗吗？给一根骨头红哟。不过人家给了，安九就拿了。暴君很满意，他又往门外走，还不忘示意安九跟上。他倒是要看看这家伙今天想要干什么。当安九再次站在花房门口的时候，他被冷得无语到不想说话了。暴君一脸得意，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厉害的事儿呢。陛下今天要挑点什么花呀？暴君看安九，今天还有别的品种的花，都很好看。安九挑样子摘了几朵，暴君又带着他往外走，安九只能跟着。皇帝既没有带他去捉奸，也没有去他的家，而是去了暴君的另外一个秘密基地——御膳房。这里都是吃食有人看着的，可是守门人不怎么走心，早就昏昏欲睡。安九看到了好多食材，燕窝、大闸蟹，各种名贵的海鲜、鱼类、肉类，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调料，应有尽有。真可怜，他的妃子下属们大鱼大肉，而他每日只能吃草，可不喜欢吃，还非要端着不说。皇帝做成他这样也是够凄惨的了。暴君熟练的翻箱倒柜，找到了不少的好东西，快有小孩拳头大的红枣、干蘑菇、干黄花菜、干木耳等等。他相当识货，拿了个布袋子，什么好就装什么，很快一袋子就装满了。安九忽然就体会到了那种去超市不给钱随便拿的乐趣。他也拿了几样自己喜欢的蜜饯什么的。这么走会不会被发现？暴君拿了一颗核桃出来，朝着守门人扔出去。下一秒，守门人倒在了地上。真不是人啊！暴君还一脸得意地看着安九。干啥？我还得夸你两句吗？真是个超大号的熊孩子。暴君大摇大摆地在前面走，安九跟在后面，提着大包小包，哼哧哼哧的。偏偏暴君还嫌弃他走得慢，站在前面不耐烦地等着他。牛马的命不是命，牛马就不配活着。可能是看安九走得实在慢，暴君一挥手招出了他的暗卫。他指了指地上的东西，拿出了霸总买单的架势。陛下，这送到哪里去？暴君指了指安九，暗卫提着东西很快消失在夜色中。暴君像个小孩走走停停，偶尔还要翻墙，直到暴君一头栽倒不省人事，安九这才松了口气。还是之前的那个暗卫小哥，对安九点点头，带着暴君走了。
安九开始收拾暴君带回来的东西，这个留下，留下，这个也留下。大闸蟹做酱。安九看了看大闸蟹，咽了咽口水，连夜给他全掏了，做了一罐子蟹黄酱，还有牛肉酱、鸡肉酱。忙活完这些，安九美美的上床睡了。今天就该上班了，安九起得很早，心情也不错。出去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同事小秋和小东。小秋似笑非笑的看他，小东一脸委屈加愤怒加不甘的看他。安九理都没理，昂首挺胸的从他们面前经过。我有蟹黄酱、牛肉酱、鸡肉酱，和他们这些只能啃馒头的人已经不是一个阶级了。比起吃得很好的安九，皇帝明显心情不好，因为早饭他的是素包子，皇帝吃了2口就失去了兴趣。然后他抬头发现了安九，就苦大仇深地盯着安九看。他们昨天去吃什么了？朕也好想吃。为什么受苦受罪的是朕，好吃好喝的是那个蠢货？真是不公平。安九太佩服了，他还没见过吃自己的醋还骂自己的人呢。上回那个酸菜鱼，朕要吃。反正昨天那个蠢货肯定又丢人了，朕在呆头鹅面前脸都没了，还怕什么？大不了以后等朕病好了，就把呆头鹅杀了灭口。真是服了大兄弟，这个酸菜鱼不至于杀人灭口吧？不过，陛下，御膳房那边还有大闸蟹、新鲜的鱼虾，可以做香辣蟹和香辣大虾，你想吃吗？皇帝点头，当然是想吃的。但是端着的人吧，就注定了任何时候都要端着。安九看见他咽下去即将流出来的口水，抬着下巴高冷地说：“你看着办。”于是没多久，香辣蟹、香辣虾、红烧鱼就端上了桌子。皇帝看着虾蟹，陷入了沉思。他不吃又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天天这么多幺蛾子？这怎么吃？这要自己剥吗？安九无语，他去洗了手，在李公公、屈姑姑震惊的眼神中坐下，开始剥虾蟹。只要让皇帝爱上了这些菜，以后我就有吃不完的大闸蟹和鱼虾喽。安九动作娴熟，皇帝盯着他看，面上从容。可是大殿内啊，很快就传来了他尖叫鸡的声音。哇，这样就剥开了，哇，好吃好吃！这玩意儿香辣味的这么好吃，朕上辈子一定是巴蜀人，剥快一点啊，真的不够吃了。安九抬头，发现皇帝正一傻不眨地盯着他手里的虾。安九有点想笑，多稀奇呀！果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安九快速地剥完了虾蟹，皇帝吃完了，却明显有点意犹未尽。安九觉得这样最好，一下子吃饱了，哪里还会想着下一顿呢？不过根据安九对皇帝的了解，他就是没吃的尽兴啊，也不会说的。果然，他开始吃鱼了，鱼也很好吃。皇帝吃了半条，米饭都吃了一碗。亲眼见他这么能吃，李公公激动得差点哭出来。陛下今儿个胃口好。皇帝抬起下巴，一脸高傲的给了李公公一个眼神儿。小九今日算立功了，赏。啥？赏？我没听错吧？我没听错。小九，快说你想要什么赏？想离开皇宫，离开京城，过自己的快活日子，从此天高任鸟飞。奴婢想要……他开了个头就不敢说了，还是要点实际的东西吧。奴婢喜欢清静，可以一直住在库房旁的那个小屋子吗？他可不想回去和同事住了。他听到皇帝十分清晰的吐槽：“就这，白痴！准了。”谢陛下。安九松了口气。皇帝如何能明白，在这陌生的世界、陌生的皇宫，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有多重要、多幸福？安九脸上的笑容让皇帝惊讶。真容易满足，这就高兴了。是，我就是这么单纯善良不爱钱财的小女孩。皇帝散步啊，没什么目的，就是瞎溜达。然而没走多远，他就看到了不远处亭子里的太后和几个妃嫔正围在一起说话。皇帝脚步都没停，利索的转了个弯就要跑。看不见朕，看不见朕，看不见朕。皇帝就是想假装也假装不了。烦死了，烦死了！就不能假装没看见朕吗？皇帝淡定从容地迈着王者一样的步伐走了过来。太后。安九心想，太后是嫡母，不是应该叫母后吗？今日天气不错，哀家出来透透气，你也过来坐吧。不想坐在这群女人身边，烦死了。皇帝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抗拒。好在李公公使眼色，
早就让人搬了凳子过来，放在了一个离太后和那几个女人都不远不近的位置。皇帝坐了上去，因为是上风口，他也不怎么能闻到这些女人身上熏香的味道。他舒了口气，什么时候能走？这样坐着不尴尬吗？太后说到了面前坐着的3个女人都是皇帝的妃子。什么妃子？朕自己都认识。安九偷偷抬头看了一眼，3个妃子都是美人。此时他们都羞涩地看着皇帝。朕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他们这么看着朕做什么？当然是想和你叉叉欧了，你可是他们的夫君啊。皇帝显然没有这个自觉，他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就开始想晚上要吃什么了。前朝虽然事多，可皇帝也该来后宫转一转。朝中的大事重要，子嗣也很重要。太后开始巴拉巴拉的催生。呆头鹅会做甜食吗？朕很想吃。太后刚刚说什么来着？子嗣。子嗣怎么办？确实是个事儿。朕总不能随便找一个女人生吧？对了，生孩子要怎么做来着？皇帝的脸白了白，显然是很不愿意和女人在床上这样那样的生孩子，简直是一种折磨。安九听完了他整个心路历程，他就奇怪了，皇帝看起来好像也不厌女啊，是洁癖吗？好像他在心理上就接受不了这样生孩子，而且生理上还辅助厌恶。真是个怪人。暴君拎着我走的时候不也是肢体接触？怎么不见他有毛病？我还是个花花大闺女。朕想到一个好办法。安九感觉似乎好像也许皇帝看了自己一眼。干什么？干什么要看我？朕不可以，那个蠢货总可以吧？蠢货不是喜欢呆头鹅吗？让他们2个生，朕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抱儿子了。到时候去母留子更省心。你是真狗啊！说你狗都是侮辱狗。皇帝，太后叫了他一声，皇帝才收回思绪，看太后。皇帝，哀家和你说的你都听到了吗？听到了。你也别嫌哀家唠叨，后宫不稳则江山不稳。朕还年轻，怎么说的朕就要死了似的？是，儿子记住了。太后指了指旁边的3位美人儿，这次秋猎就带着王美人他们一起去，他们在宫里也够闷的。是。太后终于肯放他离开了，皇帝起身告辞，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太后的脸色沉了下来。机会已经给了你们，能不能抓住就看你们自己了。皇帝不爱女色，你们若是能怀上龙子……太后没往后说，可3位美人都明白了。多谢太后娘娘，嫔妾记住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天在这儿了，就是为了等皇帝。在宫里啊，没有一次相遇是巧合。安九跑过来的时候，他正在池塘边喂鱼。你说这锦鲤好吃吗？安九一时没反应过来，主要是没吃过，谁会丧心病狂的要吃锦鲤啊？陛下，奴婢也没吃过。朕晚上想吃甜食，不吃御膳房那样的。安九看着他圆润饱满的后脑勺，这人可真会难为人。你一个皇帝，你稍稍关心一下国家大事行吗？你再不行，你去后宫玩玩你的妃子也行啊，天天为难一个小宫女做什么？我只是一个可怜无助的小宫女，不是厨神。这个杂者，该做什么给他吃？实在不行，烙个糖饼吃吧。安九咽了咽口水，搞得他也想吃了。回吧。不当人的皇帝将罐子里的鱼食全都倒进了壶里。安九同情地看了一眼胖成球却还抢着吃食的鱼，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李公公，您怎么了？刚刚下坡的时候啊，扭了脚，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啊！小九，你快跟上去！李公公完全不顾自己，眼里只有皇帝。安九只能快步跑过去。皇帝在拐角处站着，像是在等他。陛下，李公公的脚扭了。好不容易到了光华殿，安九看到了迎上来的小秋、小冬。小秋故意踩了安九一脚，看着自己脚上黑乎乎的脚印儿，安九微微皱眉，小秋却挑衅地走开了。小九，你忙了一下午了，先出去吧，这里有我们。一出门就看到了李记。东西晚点拿给你。安九想到了被捉奸乱刀砍死的那2个倒霉蛋，他可不想顶风作案。明早吧，我过来找你。成。于是安九离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曲姑姑特意吩咐过了，如今这个厨房就是他在用。考虑到皇帝的饭量，安九烙了10多个糖饼，自己留了2个，
剩下的全都切成块给皇帝送去了。此时的光华殿，小秋帮皇帝试毒，拿了一块饼，觉得这个饼看着就很一般，可是看皇帝吃的还挺香。安九怕他腻，还给他弄了2个小菜和汤。小秋脑袋一热，陛下，这样的饼奴婢也会做。小福子脸色一变，瞪了小秋一眼。是吗？那你现在去做。小秋愣了一下，显然是没有想到。哎呀，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小秋出来就找到了屈姑姑，和屈姑姑说明了情况。屈姑姑看了他一眼，冷笑：“跟我来吧，利索点，别让陛下等急了。”是。小秋进宫早，小时候见母亲做过，可是到底手生了，做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最后因为掌握不好火候，引得外表有点焦了。他还想重做，可是屈姑姑已经来了。虽然有点焦了，可是卖相还行，挺有食欲的。也不知道陛下这是唱哪一出。他们还在门口遇到了安九。这是啥意思啊？要找新人了？为什么？难道皇帝看我不顺眼要杀了，然后找个人代替我吗？安九的脸色很难看。小秋看到了，挑衅地看了他一眼，和屈姑姑一起进了光华殿。安九急忙跟了上去。其实皇帝只吃了几张饼，他就不吃了。而且他和暴君不一样，暴君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皇帝很克制，克制到有点苛刻了。小秋还怕皇帝吃太饱，吃不下他的了。结果看到皇帝没多吃，看卖相就让皇帝失去了一部分兴趣。皇帝勉为其难地掰了一块，结果才吃了2口就吐了。皇帝脸色阴沉，屈姑姑一眼看出了端倪。没熟的饼给陛下吃。陛下饶命！陛下饶命！皇帝听得烦，也无心和一个宫女计较，还不快走！屈姑姑这么一提醒，小秋灰溜溜地走了。路过安九的时候，安九在他脚上重重地踩了一脚，小秋连瞪他一眼都不敢，跑得飞快。安九舒服了，平平无奇小天蝎座，有仇不报呀，难受的觉也会睡不着的。皇帝终于拿起了奏折，还是例行的吐槽：狗屁不通，真想把这家伙拖出去斩了，给朕进献美人，可笑。他看了2本就开始发呆。一个破饼，味道也就那样，朕就不信找不到能代替呆头鹅的人。怎么办？忽然就有了危机感。在一个公司里，不被裁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不可替代性。皇帝一边看一边吐槽，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可他不睡，他盯着安九看，脑子里已经在想安九和暴君如何生孩子，最后这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安九是真无语啊，不过无所谓了，他要下班了。因为他之前的病，屈姑姑他们重新排班，让他以后都上白天的班，晚上暴君来就算是加班了，给2份工钱。等安九走后，皇帝总算是舒了口气。朕为什么紧张啊？安九早早的回去睡了，一睁眼就看见暴君已经来了，正站在柜子前盯着里面的罐子看。那是安九做的蟹黄酱、牛肉酱、鸡肉酱、干果、蜜饯，他自己晒的桃干，还有自己做的果丹皮。安九从床上跳下来，将柜门啪的关了起来。陛下是不是饿了？奴婢这就去做饭哈。可暴君就站在柜子前一动不动。陛下，今天咱们吃蟹黄面怎么样？不怎么样。暴君盯着柜子看了一眼，目的非常明确。我真是服了，全世界没有比你更狗的人了。僵持了一会儿，安九想到傍晚的事儿，如何拥有不可替代性。安九想哭啊，从来没觉得这份工作这么重要。这是肉酱，太咸了，不能吃。哼，什么意思啊？安九又拿出别的蜜饯、桃干给他，就连核桃呀，安九都是加了咸盐炒熟的，吃起来有种特别的香味儿。暴君吃一个就爱上了，在安九心疼的目光中吃了10多个，眼看着就要没了。安九急忙拿出果丹皮给他，陛下吃点这个。暴君偏爱这种酸甜的味道，一口将一大卷全都放进了嘴里。算了，想想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然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吃桃干、吃蜜饯、吃红枣，又吃核桃。陛下，这些东西吃多了不好，咱们留着以后吃，好吗？他自己都舍不得吃。暴君终于不吃了，可他看了一眼安九放在桌子上的肉酱，吃鲜的不好吗？不好，就要这个。那你挑一个吧。
挑鸡肉的，挑鸡肉的，千万要挑鸡肉的，实在不行挑牛肉的也行。可暴君随手就拿了蟹黄酱。陛下您真是好眼光。暴君很得意，抬了抬下巴，示意安九带路。哎呀，罢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用太放在心上。面很快就煮好了，再配个小菜，加点蟹黄酱，加上配料，别说暴君了，就是安九都想吃了。他给自己也煮了一碗，两个人坐在凳子上吃。吃着吃着，安九忽然想笑，如果能回到现代，他这经历说出去谁信呢？这又是秘密基地吗？暴君熟练地打晕了守卫，撬开了一扇房门，安九快步跟了上去，然后他就愣住了。这是内务府的库房吧？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绫罗绸缎，名贵的胭脂水粉等等。安九咽了咽口水，暴君却对这里的东西挑挑拣拣的不满意。最后他拿了一盒珍珠给安九。陛下，这里的东西都是有数的，我们拿了守卫会被责罚。不喜欢？不喜欢。暴君若有所思，忽然想到了什么，带着安九出门了。这一次暴君又带他到了一个院子，不过这个院子守门的宫女太监都不在。皇帝翻箱倒柜，很快拿出一盒子首饰来，也不管安九喜不喜欢，一股脑的塞进了他的怀里。这是谁的？暴君还没回答呢，就听到有人说话。德才，是你吗？我去，狗皇帝害我呀！他听到了太后的声音。暴君显然也不想被发现，更显然他来这里不是一次两次了，于是带着安九躲了起来。德才，他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盘子里是长短粗细不同的玉条条。娘娘，今儿个就用这个吧。太后应了一声，接着就是不可描述的声音。安九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怕暴君暴走，这可是太后，不是宫女侍卫。于是安九眼疾手快的捂住了他的耳朵。暴君眨巴着大眼睛，疑惑的看他。安九用眼神示意他不许动，暴君就真的没动。于是他捂着暴君的耳朵，听完了太后和王德才的全程互动，他总算是松了口气呀，放开了捂着暴君耳朵的手。而暴君盯着他的脸，直勾勾的看了好一会儿。白软。安九没注意到他这个微弱的心声，他听到太后说：皇帝最近越发不受管教了。娘娘莫操心，您可是太后，就算是皇帝也得叫您一声母后。哼，和他那个贱人娘一个样子，哀家看着就烦。奴才看皇帝脑子这些年越发不正常了，娘娘莫心急。安九一顿，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知道皇帝有病，可为什么说娘娘莫心急？太后心急什么？她是想干什么？太后那边似乎舒了口气，又低声说了什么，可安九听不到了。没多久，那两个人应该是睡了。太后故意将人都支走了，他们很顺利的就出来了。直到走出去很远，安九才松了口气，并且后知后觉地发现他手里还抱着一个首饰盒子。现在还回去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呀！这怎么办？安九才问完，暴君一头栽倒，晕了过去。搞什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晕倒？我怎么回去？你又怎么回去？皇帝的暗卫在不在啊？安九蹲下身子，拍了拍暴君的脸：“快醒醒，别在这儿睡。”没一会儿，暴君醒了，他睁开眼睛，似乎不明白眼下是什么情况。陛下，这是哪里？朕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大半夜不睡觉要在这里吹冷风。皇帝没等来他的回答，就看到了他手里的箱子。皇帝挑了挑眉，坏心眼地说：“你偷了太后的东西。”安九一辈子没这么无语过，这是他偷的吗？或许是他的表情太过复杂。朕偷的。陛下，奴婢只是个宫女，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去太后宫里偷东西。你是说，朕和你刚刚去了太后的寝宫，还偷了一箱子珠宝出来？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朕在干什么？这一定不是朕。这个呆头是不是在骗朕？不能，这可是欺君之罪，他应该不敢。那朕去太后寝宫做什么？
安九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他表演，直到他再次安静下来。你和朕详细说说。陛下要在这儿说吗？皇帝当然不会带着安九走，他自己轻功不错，很快就离开了。安九就惨了，他和暗卫小哥一起走。暗卫小哥为了避嫌，抓着他的衣服提着他，他被勒得很疼。这位小哥，其实我可以自己走回去。不能让陛下等太久。对，你说的对，有马的命不重要。安九头晕目眩的回来，开始想念暴君了。暴君多可爱，多温柔，多么率真啊！他就是偶尔爱杀个人，偶尔发疯，偶尔半夜到处跑跑，那又怎么啦？谁还没个小癖好呢？不要对暴君这么苛刻好吗？陛下，安九给他行礼，把今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和朕说一遍。安九真的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包括太后和王德才的互动。皇帝瞪大了眼睛，惊讶的看着安九。安九终于说到了重点，将太后和王德才的对话也说了出来。太后那个老妖婆果然没安好心，她一定还在想怎么对付朕。安九点头，皇帝露出个瘆人的冷笑。你下去，今晚的事不许和任何人提起。安九将珠宝箱子放在桌上，退了出去。唉，朕的脸都被丢尽了。折腾了大半夜，他刚想回去睡觉了，正好看到了李记。李大哥，你现在方便吗？方便，你等我一下。他说着快步回去，很快将一个包裹拿出来递给安九。安九拿了银子给他。多谢你。不客气，下次想买什么尽管后说。安九拿着包裹走了。李记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别说，长得还真是不错。不过他今天不是不当值吗？为什么会从光华殿出来？当下人的主子吩咐什么就做什么。哎呀，你呀，就是死脑筋。人家指不定想攀更高的高枝。这种话以后不要说，对小姑娘不好。因为睡前喝了水，小九便出来上茅房。小九，这大半夜的他出去了？难道小九真的是去幽会侍卫了？原来小华说的都是真的呀！哼，该死的贱人，给我等着！这个时代的女人都穿肚兜，跟背心一样，根本就兜不住。今天他捂着暴君的耳朵，这小子就不太对劲儿。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后想想，安九觉得呀，一点便宜都不能让他占，他最好不要开窍，一直是这个性子才好呢。而皇帝却罕见地做了个春梦，春梦的对象是呆头鹅。皇帝醒来的时候，回味了一下刚刚的梦。华锦，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定是朕以前太克制了。李公公笑容满面地收拾了他弄脏的床榻，试探地问：陛下，王美人亲手做了糕点，现在就在殿外候着。不如见一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皇帝点点头。李公公一脸欣慰啊，皇帝终于长大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了。安九才来上班，就看到大殿外的人，是昨天那个性感大美人儿。见过王美人。你是陛下身边的宫女吧？奴婢小九。王美人给了身边宫女一个眼神儿，宫女往安九的手里塞了东西。娘娘，奴婢不能收，这是我们娘娘的一片心意，每个人都有的，你就收下吧。那安九就勉为其难收了。陛下这个时候在做什么？陛下下了早朝会用早膳，这是全宫都知道的事儿，别的呀，安九可不能多说了。王美人看了他一眼，也没再继续问。安九刚进门就看见皇帝在用早饭。哼！安九疑惑，冷哼什么呀？是对着他的吗？好莫名其妙啊！王美人还在外面吗？在。陛下，要让王美人进来吗？人家等了一早上了，陛下可真是不会怜香惜玉啊。真能装，怕是心中啊早就想着要把人家这样那样了，脸上还是一副正人君子的做派，虚伪。安九一脸羡慕地看着走进来的王美人，身材真的绝了。看什么看，人家可比你强多了。皇帝也嫌弃地看了他一眼，不是有病吧？说我干啥？我为什么要和王美人比？我要是有人家王美人的姿色，哪里用做宫女，早做妃子去了。这是臣妾亲手做的点头，陛下尝一尝。
还不如呆头鹅的烙饼好吃。这可太离谱了，人家这点心啊，一看就是费尽心思做的，要卖相有卖相，要口感有口感，绝对不会比他做的差。可皇帝为什么就不喜欢呢？干巴巴冷巴巴的，想噎死人。他终于知道皇帝喜欢的点在哪里了，烟火气。皇帝的每一顿饭，御膳房送来的正餐都精致的过分，糕点也纯粹是为了好看。无论是哪一种饭，他都不热乎。这是一种感觉，就像是糖饼，它放一会儿再吃，和刚出锅的那个口感都不一样。好像所有人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安九再看皇帝的早饭，果然都是温度适宜，绝对不会烫到皇帝的那种。所以皇帝每天不管吃饭喝水都是温吞吞的，就连吃的水果都不是凉的。想象一碗凉了的面条，一碗不烫的麻辣烫。原来如此。大早上吃一口噎嗓子的冷冰冰的点心，皇帝大大的喝了一口水，就没了兴趣。是不合口味吗？臣妾回去再重新做。皇帝本想拒绝，可是不能让呆头鹅以为他有多么重要。而且朕有女人，一顿饭而已，谁还做不出来了？王美人心中一喜，皇上不但英俊潇洒，看起来脾气也没有外界传言的那么坏。看皇帝已经有几分不耐烦，陛下日理万机，臣妾就不打扰陛下了。皇帝面前的早饭撤了下去，安九看见了，追上了李公公。公公，这饭菜我能尝一尝吗？啊？怎么了？我就是想看看这饭菜哪里不合陛下的口味。李公公觉得相当合理，让他自己挑。安九拿了一个包子，吃了一口。这包子说实话是很清淡的素包子，虽然味道还不错，可还冷了。安九在李公公耳边小声说了什么，李公公点头。行，你去试试。我看陛下呀，早饭都没多吃。安九点点头。出来的时候遇到了小秋，小秋似笑非笑的看了安九一眼。小秋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好像马上就要把我踩在脚下了一样。难道他也学会了新的菜要做给皇帝吃？这可不行，这可是我的工作，绝对不能让人抢走。想到这儿，安九加快了脚步。曲姑姑一言难尽地看着他，毛毛躁躁的。安九笑了下，说了自己的想法。曲姑姑欣慰地看着他，这事儿我去做。安九先去厨房了。曲姑姑想，看来小九现在是真的对陛下上心了。受到了包子的启发，安九决定做饺子吃。给皇帝测试自己的猜测是一回事儿，其实安九自己也想吃。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好处。曲姑姑弄来了新鲜的虾、韭菜、鸡蛋、木耳，他没多包，就60个，自己吃20个，剩下的就是皇帝的。不能让他吃太饱，不然就不香了。得让他吃了还想着，这样以后自己就拥有了不可替代性。皇帝早饭没吃，这么大个人不到中午就饿了。哎呀，可是一想到中午要吃饭，就还是一点都没有食欲。终于挨到了中午，御膳房的饭一到，安九用最快的速度煮好饺子，又快速的端过去。果然，比起那些温吞吞摆得很好看的饭菜，皇帝被饺子吸引了注意。皇帝这也就一盘，他很快就吃完了，意犹未尽。还想吃？小九做的？回陛下，是小九做的。哼，他倒是会看眼色，总算不带了。小秋站在一旁看了看皇帝，又想到了上午就不在的安九，他觉得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这个小九果然是个不安分的贱人，居然背着他们做了这么多事。不过这样也好，有时候爬得高才摔得狠呢。你以为你会做2道上不得台面的饭，就能够无法无天了吗？这话是怎么说的？他可不只是做饭，他还是暴君的保育员呢。昨晚刚和暴君建立了深刻的友谊。是啊，怎么啦？你不服啊？当心我告诉曲姑姑送你和小花作伴去。算了，小秋，别和这种人计较。哼！安九冷笑一声，转身走了。安九不厌女，她觉得和女人相处很让人舒服安心，女性也更容易理解女性。可是不得不承认，环境变了，有了竞争，就会有无端的恶意。一进房间，安九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刚刚王美人给的赏馅。金瓜子啊，还5颗，就这么给了一个宫女。王美人出手可真大方。不等安九去光华殿，小福子就来了，让安九准备晚上的饭菜：烧茄子、鱼香肉丝。如今皇帝对海鲜和鸡肉不排斥，鱼香肉丝的肉就用鸡肉来代替。
再来一个辣子鸡丁，冒着热气儿的时候就送过去了。看到安九做的饭，皇帝吃的头也没抬，一直在炫饭。安九这才想起来，这些炒菜他只给暴君做过，皇帝没吃过。这个时代炖菜和煮的菜多，人们并不会炒菜，而且给皇帝做饭，谁敢这么下油下盐下辣椒呀？皇帝咽下去一口饭，李公公拿了杯子给他，他喝了一口，就听见呆头鹅问他：陛下，奴婢会做一种奶茶，陛下若是想喝……皇帝抬手点了3下筷子，算是同意。拿捏，这下小秋和王美人做出花了，也没有人能替代我喽。皇帝吃得心满意足，饭后他又要去消食儿，只要安九和李公公跟着，气得小秋偷偷瞪了安九好几眼。安九回头就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笑容，气不死你，都是苦哈哈的小宫女，还搞上宫斗了呢。沿着宫道走了没多久，皇帝就停了下来。安九抬头看前面，一个美人在翩翩起舞，美人身段纤细，舞姿轻盈，像秋日里翩然飘来的蝴蝶。李德福，朕的光华殿漏风了吧？去查是谁走漏了消息。若是个爱美色的昏君，如今应该被勾走了魂儿，可眼前这位显然不是。拖下去。皇上，哎呀，好可怕！我真是飘了，最近都觉得皇帝脾气好，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飘，也不能惹怒了他。小秋显然没有想到皇帝这么快回来，他急于表现。皇帝刚坐下，他就过去倒水，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了，手一抖，茶水洒了，他又忙去收拾，结果茶杯掉在了地上。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皇帝就站了起来，看着被打湿的衣服，他狠狠一脚踢远了小秋。皇帝冷冷的声音直接给小秋判了死刑。拖下去，朕不想再看见他。小东脸色苍白，瑟瑟发抖，完全吓坏了。还愣着做什么？快去收拾。是。安九这才想起什么来，忙去收拾刚刚的茶杯碎片。安九这一天被他吓够呛，躺在床上，他就在想今天发生的事儿。暴君易怒，单纯且残忍；皇帝克制，心思深沉，却也残忍。他们两个好像两个完全相反的人格。小时候安九看动画片，关键的时候会有2个小人在耳边说话，一个善良的天使小人说不要去做坏事，而另一个恶魔小人就会怂恿主角去做坏事。安九觉得暴君和皇帝就很像2个割裂的小人儿。如果暴君和皇帝能融合一下就好了。这一晚格外的平静，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安九正狐疑暴君为什么没来。难道是因为昨天吃太饱了？皇帝怎么在这儿？不，这不是皇帝，这是暴君。他昨晚没叫醒我，然后就在这睡着了。暴君皱了皱眉，缓缓地睁开眼，他的眼中有刚睡醒之后的迷茫，之后是震惊、阴沉、愤怒。完了，我可能要死了。皇帝脸色阴沉地看着安九，不等他做出反应，他抬脚就要踹。安九动作利索地下了地，躲过了他这一脚，并且先发制人。陛下，您怎么在这儿？他捂着胸口，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看着皇帝。这个猪窝一样的地方是哪里？朕怎么会在这里？陛下，您怎么会在奴婢的屋子里？是不是昨晚晕倒了？啊，对，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蠢货自己晕倒在呆头鹅的床上了。朕和他不会。皇帝又脸色阴沉地看着安九，安九捂着胸口，又假装看了看自己，然后松了口气。陛下，奴婢衣服整齐，想必昨晚一定什么都没发生。是吗？没和朕发生点什么，他就这么开心？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要哪样啊？怎么就这么顽皮？皇帝干咳一声，下了地，然后他看到了桌上的粉色花瓶之后，转头看安九。你偷了朕最喜欢的花瓶？真是服了，见过送礼物要回去的男人，没见过送了礼物说人家偷了的男人。你这很没品，你造吗？是那个他觉得好看放在这儿的。看不出来啊，原来他喜欢粉色呀。朕他想走，可是作为一个皇帝，这么走似乎没排面，而且被人看到算怎么回事啊？安九假装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那个，外面这个时候没人。朕见不得人吗？幸亏没人，不然让别人看见朕半夜进宫女的房间，朕的脸都要丢尽了。安九想说，其实你每天都来。安九还想说，其实好多人都知道你进我房间。可是他没说。朕饿了。奴婢知道了。皇帝走了，他没走大门，直接翻墙从房顶上走的。皇帝一上房顶就和暗卫小哥四目相对。暗卫小哥沉默地咽了咽口水，慌张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皇帝舒了口气，一个字没说，瞪了他一眼，高冷地走了。早上御膳房送来了粥，白粥，以及换了一种素馅的包子。哼，还真是一群不思进取的家伙呀。安九就不一样了，安九烙的素盒子，刚出锅的外皮有点焦脆，皇帝吃一口就爱上了。就是韭菜鸡蛋和面做的，多简单的吃食啊，还是素的。御膳房那群废物啊，就是做不出来。皇帝忽然想到了什么，或许这就是太后要的。大家心心念念的秋猎终于来了，屈姑姑早就忙活起来了。皇帝不能吃肉，去年他吃的是御膳房送来的粥。没错，安九没有听错，所有人吃烤肉喝肉汤，给皇帝喝粥。不能喝肉汤，不能做点别的吗？野外本就条件不行，陛下又不爱麻烦人，而且御膳房的大总管是太后娘家的侄儿。安九觉得很离谱啊，一国之君，皇帝耶，他连御膳房都不敢得罪吗？屈姑姑委婉地说了几句，安九才听出这其中的意思。皇帝和太后不是亲生母子，他不能做得太过了，不然太后那边会不好说。皇帝的生母是纯妃，据说是个大美人，一开始很得先帝宠爱。而太后呢，出身不是很高，她能当上皇后，完全是一步步熬上来的。如今的皇帝能得到先皇的看重，一是因为纯妃的关系，那时候纯妃死了，小皇子无人照看，先皇想起了纯妃的好；二是因为皇帝非常聪明。据屈姑姑说，一本书别的小皇子最快也要几天背会，可皇帝不一样，他过目不忘，只要翻一遍就能默写出来。先皇就像是看到了稀世珍宝，甚至不顾朝臣的反对和太后已经怀孕的事实，执意要立皇帝做太子。后来皇后生了，先皇出于愧疚，出生就封他为汝阳王，而陛下对这位兄弟也很不错，封地给了最大的，还让他留在京城。尽管如此，朝中还有人时不时的说陛下的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在太后面前陛下总是低一头，也处处忍让，不然就会落人话柄。原来如此，没想到一个御膳房都能牵扯出这么多事儿来。太后认为皇帝抢了他儿子的位置，可是无力回天，恶心皇上也实在是太正常了。难怪皇帝每次提到太后都是那个态度，他可能知道太后在对付他，可是他暂时拿他没办法。安九这个牛马打工人都有点同情被恶毒后妈欺压的霸道总裁了。光华殿的大宫女就剩下安九和小东，小东看起来被吓得不轻，呆呆木木，不是很聪明。屈姑姑没法子，又挑了几个机灵的来，留4个在外伺候做点杂活，提拔2个做大宫女，一个叫小秋，一个还叫小夏。姑姑，下次遇到前面的小秋会不会分不清啊？他以为小秋是被打发到哪里做苦力去了，像小花一样。放心吧，没有这个可能了。安九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就因为打碎了一个茶杯？一个茶杯可不止，你也多长个心眼吧。小秋本来是不用死的，打碎一个茶杯顶多发落到别处当差，可是小秋错就错在不该收了别人的银子，将皇帝的行踪说出去，甚至被拖下去之后，他还攀扯安九呢，说他晚上不在自己房间和侍卫私通，和安九在一起的可不是侍卫。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安九在皇帝的马车里和皇帝一起享受帝王的待遇，他有点激动，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是太好了。中途队伍不休息。皇兄，要骑马吗？想去，朕乏了，不去了。那臣弟先去了。端王骑着马跑远了，皇帝十分羡慕。安九是搞不懂他了。朕也想去，朕不能去，朕是皇帝，朕要稳重。秋猎场地在锦华山，早就被圈了起来，属于皇家猎场。安九呼吸了一口野外的新鲜空气，感觉心情都好了。
如今已经是下午了，大家就是安顿一下，等到明天才是真正的狩猎。安九看见不远处屈姑姑和一个中年男子在说话，看起来屈姑姑的脸色并不是太好。等到那汉子走后，安九才过去。姑姑，你来的正好。怎么了吗？刚刚那个是御膳房的总管，叫秦宝，他过来问陛下晚上吃什么。安九自从知道御膳房和太后的猫腻之后，就对御膳房没了好感。陛下想吃大闸蟹，他们有吗？我也是这么问的，我问他们带了什么，他们说这次野外狩猎，大家都吃野味儿。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啊？这不是在讽刺陛下吗？他们还说带了蔬菜和菌菇，陛下若是想吃，可以熬汤喝。我还没说话呢，他们就说这是太后知道陛下没胃口，特意嘱咐的。这也太嚣张了！这天下还是陛下的，不是太后的。他们简直不把陛下放在眼里。还什么野菜菌菇，这是喂兔子吗？他们也好意思拿出来？安九义愤填膺，说的比屈姑姑还生气。在公司，如果站对了其中一个领导，就要坚定不移地跟着。说对家领导的坏话，可以拉近你和上级的关系。安九的话果然让屈姑姑舒心了不少。唉，这也不过是第一天，将就点也没什么。我气的是他们那个态度。姑姑，您别和小人置气，不值当。等陛下腾出手，迟早收拾他们。这话和我说说就行，可别叫别人听到了，祸从口出啊！姑姑，我明白的，您放心，我从宫里带了不少吃的，不会饿到陛下的。屈姑姑更舒服了。等安九走了，她就在想，难怪皇上喜欢她，这真是太会说话了。因为有些话上位者憋在心里不能说，只能自己生闷气，这时候就需要一张嘴替他们说出来，发泄一下。这里有个室外的灶台，是专门给皇帝准备的，热个饭呐，烧个茶水什么的。安九拿了一个锅，一点砖茶、红糖，炒香味了，倒入了新鲜的牛乳。奶茶很快熬好了，他提着茶壶进了帐篷。这时候皇帝正好回来了，同来的还有端王、景王。皇兄，我刚去林寺转了一圈，那兔子又肥又大，我差点就忍不住要射了。要不打一只回来？小夏拿了杯子，安九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奶茶。皇帝也看到了，就端起来喝了一口。他神情一顿，又喝了一口。景王看到了，他也喝了一口。端王自顾自地说完，也喝了一口。皇兄，这是什么？真好喝。回王爷，这是牛乳熬的茶。你不是那个拼龙骨的宫女吗？真谢谢你还记得我。是奴婢，王爷记性可真好。皇兄，你这奴婢倒是聪慧啊。哼，聪慧。奴婢愚钝。端王没再说什么，一个宫女而已。皇兄，你明天要去吗？去，明日朕要大展身手，把你们全都比下去。皇帝得意地将奶茶一饮而尽，茶壶喝得见了底，皇帝看起来十分高兴。安九就提着茶壶出来了，他又煮了一壶，看到了巡逻的李记。安九偷偷地给他的水壶灌了一些，你悄悄喝。李记点点头，正好渴了，就躲在角落偷偷喝了。李记，你干什么呢？哦，没什么，有事吗？明日咱们不当班，上午一块出去吧，看看有什么好东西。李记点头，他想打几只兔子，听说这锦华山的兔子都被养傻了，很好打。而安九再次提着茶壶进屋的时候，皇帝正在床上补觉，因为皇帝说过，他睡觉的时候不许安九在，以免发生上次在安九面前掏出来就尿的尴尬经历。你先出去吧。是。安九有点想笑，这皇帝啊，出生到现在被多少人看过了，还死装呢。屈姑姑正在收拾明天皇帝要用的东西。这是陛下的衣服？这是内务府送来的，陛下明日就穿它。陛下打小就聪明，不但功课好，习武也是一把好手，学什么都快。安九边喝茶边听着，眼看着天就要黑了，安九便和屈姑姑说了一声要去做饭吃。这种野外饭菜不能保证安全，屈姑姑要全程跟着。吃什么？吃小馄饨。这环境咋做小馄饨？应该很费劲儿吧？就看见安九将带的馄饨皮拿出来，安九还是给他做了3鲜的，材料都是提前带的，所以很快就好了，满满的一大碗。热气腾腾送过去的时候，景王也在，而且脸色很不好。安九看了一眼，皇帝面前就放着一碗清粥、几个饼子以及一些小菜。这是馄饨？哼，你也坐下吃点，消消气。
真客气一下啊，你可别真吃啊。安九听到之后有点想笑，景王点点头。够了，这怎么没点眼力劲儿？这都不够吃。安九盛完景王的就给皇帝盛，材料还有，不够的话奴婢再去做。三哥不用客气。景王也没打算客气，这馄饨不大，一口一个，一碗很快就没了。那我就不客气了。都没用安九动手，他自己盛了一碗。皇帝看了景王一眼，也加快了自己的进食速度。两个人连汤都喝了，因为安九调的汤实在是好喝，安九很快煮好了第二锅。这回呀，两个人吃饭都慢了下来。这才是人该吃的东西。景王和皇帝关系好，皇帝也不介意他这么说。照我说，御膳房那些废物就该都杀了。你的皇位是父皇亲传的，这就是名正言顺。那老妖婆子这么多年拿捏你还不够，还要在这些事情上耍手段，实在是可恨。安九是想离开的，他并不想听这些皇家秘闻。你还不错，多谢王爷夸赞。景王没说什么，继续干饭。现在还不是对付他的时候，到底有孝道压着。孝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父皇后宫那么多妃子，怎么不是病了就是意外死了？这可真是太巧合了。安九觉得不对，他想溜走，刚迈腿呢。我就是怀疑我母妃是被人害了。那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好好的，身边伺候的人都说她精神好了，多用了半碗饭。结果晚上她忽然就暴毙了。当时我年纪小，没查出什么。可这些年我越想越不对，若不是你天资聪慧，父皇喜欢你，他的儿子就是太子了。这女人佛口蛇心，若是他儿子做了皇帝，哪里还有咱们兄弟的活头？朕母妃死的确实蹊跷，可惜朕当时也年纪小，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过，当年给朕下毒的人一直没揪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和太后有关系。安九生无可恋的垂头站着，这景王也是，什么话不能没人的时候说呀？他还在呢。皇帝也看到他了，小九，先出去。是。安九如蒙大赦呀，快步走了出去。这女人经手你的吃食，你可得小心了，别像当年那样。朕知道。哎，你的病还没好吗？最近有好转。哼，哎，江胜也是个废物。景王越想越生气，自己给自己气个够呛，最后阴沉着脸大步离开了。安九回了房间，本来要睡觉的。小九，屈姑姑让你今晚守夜。安九累了一天了，一动不想动，可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就麻溜的起来了。他可不能和这些人睡一起啊！万一晚上暴君来了，直接睡在他旁边，简直都不敢想。在皇帝的帐篷边上放了一张床，安九也不嫌弃，爬上去就睡了。他睡得很沉，迷迷糊糊间有人拍醒他，他无意识的用被子蒙住了头。李公公站在不远处，急得不行，恨不得自己过去将安九给叫起来。暴君又拍了拍，安九迷糊地睁开眼，安九吓得跳起来，从床上掉了下去。他顾不得疼痛，拔腿就跑，直到跑到了李公公身边。小九，你干什么呢？暴君站在原地，脸上出现了罕见的迷茫、困惑，还有些许的不满。安九拍拍胸口，长舒了一口气。奴婢睡迷糊了。暴君看他，算是接受了这个事实。陛下，饿了吗？暴君摇头又点头。李公公狐疑，这是饿呀，还是不饿呀？安九却是看明白了，这是不咋饿，但是吧，你让他吃，他还是能吃得下去的。安九从包里拿了一些零食给他，他也吃了。李公公有点佩服安九了，他伺候陛下10几年了，才能半猜出他一半的心思。这小九才来几天呢，简直就是陛下肚子里的蛔虫了。吃过了东西，暴君起身往外走。唉，安九只好跟了上去。暴君似乎笑了一下，然后下一秒，暴君就抓着他朝山后跑。他动作极其快，起起落落的被暴君带着，很快就离开了营地，到了林子里的一棵树上，脚下踩到东西，让他心里终于踏实了一点。我想下去。暴君看他，陛下，这上面太高了，奴婢很害怕。暴君这才带着安九下去了。这林子里大晚上的呀，实在不是个好去处。陛下，要不我们回去吧？这林子里好可怕。暴君显然是不想回去的。这里又黑又冷，一点都不好玩。回去奴婢给您做好吃的。他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响动，安九头皮发麻。
不知道是野兽呢，还是杀人魔呢。暴君示意他蹲下，不要动，他自己要偷偷过去。别过去！开玩笑，这林子里万一暴君把他忘了他怎么办呢？暴君看着他，皱着眉，十分特别不高兴。他生了一会儿闷气，有人来了。这样的荒郊野岭，这可比出现野兽和鬼恐怖多了。安九赶紧拉着暴君蹲下，示意他不要出声。暴君不高兴，还蹲在地上生闷气。你叫我来这儿做什么？这么久了毫无进展，主子让我问问，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动手？说的容易，我连狗皇帝面都见不着，他身边高手又多，又是个疯子，我怕是不等靠近就被他杀了。好，等明日我来动手。哼，那就祝你成功了。两人又说了些什么，就分开了。安九看向暴君，暴君气呼呼地看着安九，埋怨安九不让他出去。快走，快回去！有人要杀皇帝，他要赶紧回去将消息告诉皇帝。等等，眼前这个就是皇帝？哎呀，好吧，话废话，皇帝看起来是皇帝，其实不是皇帝。陛下，咱们得快些回去。朕知道，不用你告诉朕。知道什么？有人要杀朕。安九一时间不知道是他不聪明，还是暴君傻了。既然知道，咱们赶紧回去，好好的部署一下。哼，安九就跟在野外遇到了一头犟脾气的牛，就死倔在这儿，怎么拉都不走。陛下，外面好冷好黑，我害怕。哼。暴君看了他一眼，又抬头看了看四周，最终飞檐走壁的带着他离开了。李公公担心了半晚上，看到他们总算是松了口气。暴君像个大尾巴狗一样跟在身边，安九烤火他也烤火，安九喝水他也喝水，安九上床睡了，他还在生闷气。骗子！陛下，夜深了，睡觉吧。饿了，饿死了。想吃什么？他不说话。这半夜三更的，安九找出了一些馒头，切片，裹上鸡蛋液面粉，往油锅里炸馒头片。出锅之后撒点调料，暴君2口就吃一片，吃了5个馒头的馒头片，他才打了个饱嗝。安九觉得好笑，快睡吧。陛下若是想吃，明日再给你做。暴君点点头，上了床，被子盖的就露出一个头。他将一个金元宝扔在了地上。暴君闭上了眼睛，呼吸渐渐均匀。安九捡起金元宝，放在烛光下看了又看，满意的笑了。皇帝张开手，不紧不慢的等着李公公他们给他换衣服，还是昨天屈姑姑看的奇装，那脸那身材，安九盯着看了好久。哼，又被朕迷住了。女人总是这么肤浅。安九收回了视线。心虚了吧？是怕被朕发现了。小九，过来试试衣服合不合适。安九看着那明显的男装，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他好像忘记和皇帝说昨晚看到的事儿了，而皇帝好像也忘了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啊？陛下狩猎要带着我？你别怕，到时候你和李公公他们待在一起就行，主要是怕陛下忽然犯病。安九懂了，可我也不用扮成小侍卫吧？安九看着身上的衣服，万一被狗皇帝看到了，一定会笑话他。这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吗？而且我让那个小秋小夏也穿了，凸显不出你。好，在宫里啊，还是低调些的好。出了帐篷，果然看到了穿成侍卫衣服的小秋和小夏。不知道林子里有没有兔子？我最喜欢兔子了，平时还能猎到鹿呢。对，听说运气好的话还有白狐呢，白狐的皮毛做成围脖可好了呢。不过也挺危险的，咱们能在边上看看就行了。根据昨晚听到的内容，今天或许有人要对皇帝动手，到时候神仙打架，池鱼遭殃。一行人到了山脚下，林子的入口处已经有不少人进去了。没多久，皇帝到了，安九看呆了。这里不少人都没见过皇帝，这还是第一次直观的看到。都被朕迷住了吧？安九甩走了念头，皇帝已经宣布可以出发。皇兄，咱们今天来比试比试，谁猎的猎物更多。哼，放马过来。端王笑了一声，一抽马鞭，骑着马带人跑远了。景王也打了个招呼走了。安九没忘了正事儿，趁着皇帝没走的功夫，凑到皇帝跟前，快速的说了昨晚那2个人的话。皇帝看了他一眼，丝毫不在意。要去打猎吗？啊！皇帝给身后的亲兵使了个眼色，于是安九被一只大手抓住，脚离开地，人上了马。和一个陌生男人共乘一马，本来是很尴尬的。
看着皇帝前面的身影，安九非常极其特别恼火。姑娘，坐稳了，别乱动。乱动的是你。安九勒住缰绳，马渐渐地停了下来。下去。那人一愣，安九一脚给他踢了下去。皇帝对身后的一切一无所知，等他反应过来，就看见安九已经骑着马跑到了他的左侧，甚至在路过皇帝的时候呀，一时冲动对着他吹了个挑衅的口哨。肾上腺素飙升，人就容易冲动。他实在是恼火皇帝的行为。他看皇帝那个贱兮兮的样子，可是一点都没有生气，还追上来呢。哼！小黑，追他！皇帝也笑着抽了一下马鞭，黑马叫了一声，快速窜了出去。安九并没有跑多远，皇帝追上之后，就发现安九骑着马站在一处，正在看什么。皇帝骑马走过去，准备吓他一跳。他还没发现，果然是呆头鹅。安九决定不惯着他了。他在皇帝要动手的时候，忽然转头笑道：“陛下这么快就追上了，果然骑术了得，奴婢佩服。”气死朕了！气死朕了！这该死的宫女，就是故意的，一定是。陛下，您看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野草？该死的呆头鹅在耍朕吗？他下了马，跑过去，很快摘了一把果子。陛下，这是蓝莓，能做果酱，还能做蓝莓千层，可好吃了。蓝莓千层？什么东西？朕才没有那么想吃。奴婢明白，但是奴婢特别想做给陛下吃。皇帝舒服了，他看向安九也不说话，还不快去摘？于是安九跑了过去，一个人摘蓝莓。安九拿出一个小布袋，边摘边吃。脏死了，都不洗吗？哼，要不是怕被杀头啊，安九会大声地告诉他，我不仅不洗蓝莓就吃，我还用擦屁股的手给你做饭呢，你也吃得挺香的。朕在干什么啊？不是出来打猎吗？怎么要在这儿看一个宫女摘果子？皇帝无聊，就开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安九，将他从头批评到脚，又从脚批评到头。安九听完了他全部的吐槽，也终于摘完了果子。你会骑马？小时候帮人放过马，学过一些。骑得不错。会射箭吗？会一点。皇帝将弓箭扔给他，示意他上马。安九利索地翻身上马。皇帝骑马先走，安九却拉弓搭箭，对准了皇帝的后脑勺。只要他敢，朕就扭断他的脖子。安九明白他是在试探，箭一偏，破空而出，射向不远处的一只灰兔子。陛下，奴婢一时手滑，没想到还真的射到了。看着安九做作的表情啊，皇帝罕见的无语了。去拿过来。安九翻身下马，将兔子拿了回来。安九好久没有那么自由畅快了，玩着玩着就忘了时间，也忘了眼前这个是皇帝。有时候皇帝还会故意下去，动作利落的用刀斩杀兔子，挑起兔子等着安九夸他。陛下威武，陛下太厉害了！啊，陛下好棒啊！皇帝在一声声夸赞中也迷失了自己。他们两个不知道，林子里其实有一群刺客等着刺杀皇帝呢。可是他们刚发现皇帝的踪迹，皇帝就跑了。他们改了计划，就在某一处等着，守株待兔。有句话叫计划赶不上变化。皇帝来了，可是下一秒他们就又高兴不起来了，因为皇帝的亲兵找到了皇帝，他们还和号称大周战神的景王会合了。罢了，今日不是个好时机，咱们撤。你们打了这么多？是陛下厉害，这些几乎都是陛下杀的。我手下问过开猎场的人，他们说银狐就在这一带。不是说皇帝不能见生肉吗？杀了那么多兔子也没犯病啊，真是怪了。看来屈姑姑给的情报有误啊。真的有银狐？景王派手下去找，他和皇帝站在树荫下说话。陛下，你这是……景王看了安九一眼，不明白，陛下明明不近女色，怎么就要带着这个宫女呢？就因为馄饨包的好吃？哎呦，这可不行啊！这么大一个弟弟，不能让几个馄饨骗了。于是景王大手一挥，当即让手下架火，他要烤肉。安九希望皇帝有点分寸，有点自知之明，拒绝。应该没事的，朕就吃一口，不多吃，真的。安九想劝，可他一个宫女哪里做得了皇帝和景王的主？很快，四周就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景王还在和皇帝说话，可是安九注意到皇帝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被剥皮的兔子。景王殿下。景王狐疑地看他，安九示意他看皇帝。
景王是上过战场的人，一眼就被皇帝眼睛里的嗜杀和寒意惊了一下。他也顾不得尊卑大小了，看向安九，用眼神询问他怎么办。安九真服了，他示意景王别说话，慢慢的靠近皇帝。不，此刻应该是暴君才对。暴君一个大招闪现，就到了景王手下身边。暴君就跟一只恶鬼一样贴上了他，手都要碰到他脖子了。